全民穿越，末日求生，我获得超级签到系统，签到这个神级语，海岛求生副本，一件物品变万倍，末日丧尸副本，直接等级满级，只要能从副本活着回来，就能获得奖励变成现实中的生。因为关注了法师铁柱，我就穿越到了这个即将爆发海兽的末日世界。原因是100年前因法国排放污水，导致生物异变，人类变得不堪一击。天道意志立刻开启了全民穿越计划，所有人在异界求生，获得评分奖励。评分奖励有高科技产物、排除体内核辐射、进化者实力、天赋异能、进化晶核、各类物资等等。而穿越者在异界后，人物也将直接死。领取了穿越石后，全民要穿越去异界求生，获得奖励变强，这样返回现实就有能力面对海洋受潮。我领取穿越石后，拿了好多物资，想着可以带过去，却不料最后被系统要求不能带任何物资。全民穿越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叮！欢迎穿越者铁柱来到海岛求生。当前岛屿编号2年半，生存时间30天，获得物品有几率触发道具奖励。注：在海岛某些行为将成为评分点，返回现实后，按照评分高低发放结算奖励。先少保护期，所有人拥有邮箱交易功能。下个世界副本邮箱功能将彻底消失。开局武器石斧。我打开聊天框，卧槽，开局一把石斧，这还玩啥？要是有求生能力的人，简直就是王者开局啊！还好，至少不是病毒之类的末日世界。我是天豪集团的老总，谁来当我的保镖？出去后每人分发100万奖金。哦，100万可以买不少核污染极低的食物了。我加他好友了 ，ID 信息果然是天豪老总，不是骗子。大家快去！我打开背包，发现只有一根鱼竿和鱼饵，别人穿越都有金手指傍身，我2次穿越怎么什么都没有？锁定宿主铁柱，请问是否绑定超级签到系统？系统来了，快绑定！恭喜宿主成功绑定超级签到系统。超级签到系统，一款包含多个超级金手指的系统，检测当前世界为海岛求生。请问宿主是否签到超级金手指？快签到！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超级金手指。万倍暴击！万倍暴击！宿主在海岛世界获得任何物品，都将获得万倍暴击。检测宿主身上有鱼岛道具鱼饵，触发万倍暴击，获得1万个鱼饵，已放入系统背包中。检测发现短柄石斧，触发万倍暴击，获得1万柄。检测发现背包、衣物全部暴击。我去，万倍暴击这么猛吗？宿主淡定，去了其他世界还能签到别的金手指，如物资无限刷、复制增幅、开局你一我九开、演出法随等等，为您保驾护航，让您在每一个异界体验到系统最专业的服务。牛逼啊，童子！我来到一处没人的地方，从系统空间取出蚯蚓，扔到海里。钓鱼人称这为打窝，先把鱼群勾引过来，钓上货的成功率也高。我随即放了5根鱼竿后，打开了穿越者聊天框。本人参加过真人兽荒野求生，有没有这方面的人一起进山探索？目前3人再来2个，坐保9527号海岛。来个钓鱼经验丰富的老手，月薪200万，私聊，不在同一个海岛就发邮件交易。有没有医生？我朋友在林中被毒蛇咬了，他的脸开始发紫了。9号岛有没有海事高中的同学啊？求保护。这时我发现鱼漂下沉，我双臂发力，物资万倍暴击，勃起，一条40多厘米的鱼被我提上了岸。海鲫鱼获得者铁柱，触发道具奖励250毫升矿泉水，已放入人物背包中生成。恭喜宿主获得1条海鲫鱼、1瓶250毫升矿泉水，触发万倍暴击，获得1万条海鲫鱼死亡，1万瓶矿泉水。温馨提示：系统空间拥有保鲜定时功能，不用担心食材过期。这系统太牛了，食物和水都有了，不知道和其他人兑换物品会不会触发暴击。全民穿越，末日求生，我获得超级签到系统，签到这个神级语，海岛求生副本，一件物品变万倍，末日丧尸副本，直接等级满级。只要能从副本活着回来，就能获得奖励变成现实中的医生。必须的，宿主放心，万倍暴击主打一个直接粗暴，只要是宿主的道具，样样暴击。我点开输入框，1瓶250毫升矿泉水，兑换实用物资，没一会邮件就99加了。我点开查看，丝袜、牙刷、遮阳帽、口香糖等等，东西五花八门。选定20个实用物品，一件件物品飞入了背包中，口香糖、牙刷、丝袜、手电筒、打火机、望远镜等20件物品，全都是1万件暴击，还真是爽啊！我突然发现有一只小螃蟹，拿在手中，可下一刻，石板蟹获得者铁柱获得携带道具消音 M4，子弹5发。我滴个乖乖，还是个小宝贝啊！触发万倍暴击，
获得1万只石板蟹死亡，1万把 M4，5万发子弹。真是小母牛道理。还有谁？我直接用20只石板蟹换了10斤干柴枯叶和铺床的大树叶。有物资就是大爷啊！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干净的食物了，至少不是被核污染的坑。我用石斧挖了个坑，铺上树叶，拿出一大堆黑丝盖上，还挺舒服的。明天得找个栖息地了。第二天，我来到海边，看到好几个人在拿网，我下的网兜也全部被破坏了，鱼也全被拿走。住手！那边的蚯蚓龙是我放的。我们就拿了你怎么着吧？怎么想以一敌多？这里可不是你家的海域，先到先得没毛病吗？我是李若曦，现在缺个打下手的，看你长得不错，就给你一次机会吧。那个电视明星李若曦吗？对，要不要当我忠实的舔狗？最后再说一次，把我的鱼还给我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小子，你骂谁呢？嘴巴给我放！还没等他话说完，只见我举着武器来回扫射，直接弹夹清空。李若曦7人已全部中弹，惨嚎着跌倒在地。我中弹了，大爷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要做什么？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却无动于衷，直接扣动扳机。李若曦那张漂亮的脸蛋瞬间变成了筛子，而他们死后倒出不少海鲜和道具。我收了地上的物资，快速离去。清点物资，发现最大的收获就是一小包驱虫粉和盐。就在这时，海平线上天空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。是大型海龙卷，前面的岛屿已经被毁了，死了好多人，快跑啊！啊，有毒蛇，这是杀人猪，大家别靠近，一口能杀死大象的。我拿出驱虫粉打在身上，冲入山林。都给我让开，我来探路。我拿着驱虫粉来回撒，虫子闻了都口吐白沫。我边走边看聊天框，有没有出售房屋碎片的？1块兑换20条海鲫鱼，5个海星。我是天堂房地产老总，收购房屋碎片，永久提供实物，生意人主打一个诚信。我是苍龙市市长，收购房屋碎片还差3块，有没有同志伸出援助之手？活动结束后，我亲自上门道谢。房屋碎片吗？我快速发了条收购信息，收购房屋碎片，50只石板蟹，2条八爪鱼，1包盐，1瓶250毫升矿泉水。食物数量不多不少，但1包盐和矿泉水算是点睛之笔。果不其然，我刚一发出，邮箱就发来了20多条信息。海岛秦长青附建房屋碎片1块，房屋碎片，地基牢固的铁皮房碎片，能抵挡暴风、龙卷、野兽的冲击。凑齐5块后融合道具，铁皮房一组，我直接兑换。恭喜宿主获得房屋碎片1块，触发万倍暴击获得1万块房屋碎片。我连忙取5块碎片，点击合成，背包中就多出了一个铁皮房模型。恭喜宿主触发万倍暴击，获得1万座铁皮房模型。我操，好家伙，这也行！快跑，风越来越大了，赶紧的，连毒虫都钻洞溜了，得找个山洞躲躲。我把铁皮屋放置后，钻进了屋内，总算安全了。温馨提示：当前铁皮屋为1级，可使用100块碎片提升至2级。超级铁皮屋最高级，超级铁皮屋防御、空间、重量、地基牢固度各提升10倍。小功能：太阳能充电、指纹认证开关门、热水器等等。我去，还能升级！我直接掏出100个一件事，空间瞬间扩大。这2天来到新环境，实在是太累人了，正好洗个热水澡，吃顿饭，好好睡一觉。看着外面狂风呼啸，大雨磅礴，杂草树枝乱飞，看上去十分骇人。还好房屋够结实。突然发现一只手按在了窗户上，有人！救救我们！求求你救救我们！风越来越大了，再拖延下去他们必死无疑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他直接从背包中取出一根淡红色的针剂，连连摇晃。给你，这个给你，求你救救我们！全民穿越，末日求生，我获得超级签到信，签到这个神级引。上集说到我获得房屋碎片，建造了一座加强房屋，却不料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求救。我定睛看去，体质强化药剂，归属零悠然，效果使用后人物体质提升3点。我操，居然还有这种道具！进来吧。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强化药剂，触发万倍暴击，奖励1万只体质强化药剂。不知道一个人能用多少只？打完1针后，系统直接提示我。恭喜宿主注射体质强化药剂，增加3点体质，触发万倍暴击，增幅3万点体质属性。卧槽，这都可以！别人都是10点，我直接变3万。我只觉得体内一阵风鸣，肌肤瞬间通红，有无限的力量可以使用。温馨提示：穿越者铁柱突破体质极限，当前体质数值3万点，无法继续使用体质强化药剂。效果：免疫当前文明任何伤害。我操！免疫当前文明任何伤害，那我不就是斗宗强者？当真是恐怖如斯。我看着进来的你，
好一个大地之资！谢谢你，先生，我叫林悠然。等风停了你就离开，记得把浴室打扫干净。这人能建造一个超级房屋，还有这么多物资，一定要和他拉近些关系。谢谢你，先生，可以加我好友吗？我是航城丽人集团的总裁，要是下次我获得其他东西，第一时间联系你。不用，风暴停了就走吧。我看着暴风过后的海鲜，捡了不少，种了一根华子，暴击了1万根。现在烟有了，酒和美食都得搞一波。不一会，我的邮箱就是各种酒和水果熟食，我全部交易，直接万倍暴击。正在溜达的我突然看到几只野兽击死，在野兽不远处还有一个发光的箱子。道具万物箱，无主之物，万物箱能开出任意物资。那怪物看见我直接向我冲来，正好拿你试试我的实力。只见我一拳分出，其中一只蛇直接变成血肉，另一只也被我一下捏碎了身体。抱歉，力量有些大了，没控制好。提示：恭喜穿越者铁柱降服一只蛇，可驯化成伙伴捕食猎物。可以啊，还能驯兽，算你识相。我收起箱子，直接触发了万倍暴击，嘿嘿，爽歪歪！我打开物资箱，里面有野营帐篷、瑞士军刀、防风打火机、行军锅、复合弓弩、10支箭矢、生牛肉半斤。当然系统也很给力，直接万倍暴击。有了万倍金手指，简直就是度假呀！这时，一只硕大的蛇王出现，我摸了摸小蛇，告诉他让他们过来管饱。只见那大蛇过来，看见我就直接发动攻击。却没想到打在我身上一点事也没有。我抓住大蛇，服不服？臣服衣食无忧，不服就死。恭喜穿越者铁柱收服2年半海岛蛇群，公蛇16只，母蛇7只，小蛇仔8只。我给他们扔了几百斤肉，把你的手下都带来，以后给我看家护院，听懂点个头。没想到这只蛇王还真通人性。我回到超级铁皮屋外，看到很多人在议论纷纷。我操，这铁皮屋咋比其他人的房子大这么多？里面还有卫生间，我好久都没洗澡了。可惜没人能打开啊，这房子地基很深的。升级要100块碎片，应该是有人开了万物宝箱。听说有人还开出了海盗船，这武器真是羡慕死了。我安排蛇群冲了过去，这些人看见全部吓得肝胆欲裂，四散而逃。这段时间你们就帮我守着，别让人靠近。我进入屋内，先来5000个宝箱，全民穿越，末日求生。我获得超级签到信，签到这个神级印，获得万倍暴击的我，穿越到海岛世界，直接获得了1万个宝箱。我直接使用一键开箱。恭喜获得汤横刀、海盗船、基尼泰美单曲音响、北京烤鸭、红衣大炮、无线对讲机、辣条一包、登山服。恭喜宿主获得万物箱物资，触发万倍暴击，获得物资共计3000亿万吨。童子牛啊，就算换个人也随便起飞啊！回答宿主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也只有宿主穿越2次才激活了系统，其他人哪能和您比？不错不错，这话我爱听。现在我衣食无忧，但大部分海岛已经乱了起来。穿越第5天，众人还能坚持，可到了第8天，饥饿让人不得不深入山中寻找食物，幸存者的死亡人数在这一刻大幅度提升。而到了第16天，已经有人开始达人爆物资了。第20天，当人饿到极致时，植物的根茎、树叶，甚至是冲上岸的腥臭海鲜，都成了人们的食物。距离副本结束还剩5天时间，突然这时蛇王跑来，我看到蛇王身上的伤口，有危险，我不是让你跑吗？我拿出体质药剂，却发现不能给动物使用。看着奄奄一息的蛇王，我安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报仇。”一听这话，蛇王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缓缓沉下。我生气的大叫：“是谁杀了我的蛇王？”这时只见林悠然走了过来。动手的是骷髅王海盗船，他们开始掠夺2年半海岛了。我们一直生活在蛇群巡视圈外，看到是他们用强弩射杀的。骷髅王海盗船，生气暴走的我直接拿出加特林，封入密林中。还剩几天，既然不愿意安乐，那就把你们全部送上。见到骷髅王的人，我就一路开着加特林，一路横扫。妈的，我们是骷髅王的人，你抓！你会后悔的，骷髅王会把你的人抓住点天灯啊！我没有犹豫，直接全部送走。少，还藏着物资没？不然干了你直接爆你物资。队长，这女人里面就3个是完整的，不过太丑了。老子最近是走了霉运吗？3个岛屿负责的区域一点油水都没的了。好歹有3个，要不整个鸿运当头，冲冲喜。能被饥不择食的你说丑，那他们能下得去手？赶紧给老子滚！求求你们不要赶我们，我们把物资都给你们。不赶你们的话，下个世界遇到的竞争力会更大。一群傻缺，不过这么日可真说嘛！老子一个小保安能混到随便康富豪上美女的地步，值了。
我又找到他们的海盗子，抛出了坦克，直接来了几发炮弹。有人发现对面那火力强悍的家伙居然能抗住子弹的伤害，还有坦克。他也是体质强化者，防弹衣都没这个效果吧？这还打个屁，赶紧跑吧！我打掉逃跑的人后，只见一道残影手持长，每踩一次沙地都会炸出10米，朝着我闪电般袭来。骷髅王是骷髅王，他可是超级新人类，而且这把刀削铁如泥，这人必杀无疑了。你以为有热武器就无敌了？天真，吃我一刀！可此时的骷髅王却瞳孔一缩，我操！只见眼前的男子不知何时右手已经出现在了刀刃前，屈指一弹，当，在骷髅王惊骇的目光中，这把无往不利的长刀竟然断了。一指断刀，这得是多么强悍的体质、防御和力量！我愿意臣服。而我没有给他任何机会，直接被我击碎。其他刚才趁机摇旗呐喊的人也全部被我打掉。这时偷偷观察的幸存者们开始冲向物资堆。大家快出！终于有吃的了，多拿点物资，不到1周就能结束这海岛求生了。也不知道结束后他会获得什么奖励。要是能有他的联系方式就好了，这么强，不管是现实还是游戏中，在一起都能安全些。骷髅王挂了，被2年半岛屿的神秘强者斩了。太帅了，那个驯服蛇群的男人出现了，直接嘎了骷髅王。原来超级铁皮房和蛇群是他的，怪不得这么强，可惜他戴着热成像面罩，看不清长啥样。有人认识他吗？当骷髅王海盗团事件爆发后，所有人都意识到在最后时刻搞出幺蛾子，得不偿失。接下来的时间内，海岛难得的进入了安静区。当时间来到下午2点时，一道提示声让所有人的神情一震。恭喜幸存者通过30天海岛求生考验，60秒后传送回原有世界位置，返回现实后开始配发评分奖励。温馨提示：60秒时间内，所有人受到防御保护，可匿名发送信息。终于结束了，只要我活着，下一个世界我要嘎光所有男人。开火车是吧？老娘见一个淹一个。终于不用吃刺身，天火海盗团真他妈狗！尤其是团长张德彪喜欢吃刺身，没迎接怒火吧。我有个兄弟被尼哥和小日子带走，菊花不保，我朋友再也不去异界了。也不知道出去后会奖励什么东西，要是进化者就好了，我这身体也有希望好起来。就是不知道获得的奖励能不能带到下一个世界，比如获得实力和异能，进入下一个世界的优势就十分大了。要是什么都不能带，虽然公平，可谁敢保证能继续活下来？那就别去下一个世界呗，收着实力和技能在现实里等别人超越你好了，那时候你就会后悔了，为什么没去下一个世界？恐怕到时候连对抗海洋异种的能力都没有。这时时间一到，我直接被传送在了全民穿越末日求生，我获得超级签到系统，签到这个神级异能，海岛求生副本，一件物品变万倍，末日丧尸副本，直接等级满级，只要能从副本活着回来，就能获得奖励变身，转入现实中的活一生。这时我脑海中就响起了提示声。恭喜铁柱在新手区海岛存活30天归来，检测铁柱实力评级：海岛第1超3S 加，物资评级：海岛第1超3S 加，房屋评级：海岛第1 3S， 麾下评级蛇群 B， 社交评级 F 加，海岛动手能力评级 C 加。后续世界也按照这个评级吗？恭喜铁柱获得3S 评分，获得一个3S 级宝箱。只见我的视线投影上就浮现出了一个紫金宝箱，3S 级宝箱，有几率开出3S 级道具。好家伙，3S 级，快打开！只见2张流光溢彩的卡片缓缓悬空。异能卡空间3S 级，初期解锁异能空间位移，后续异能技巧随实力提升而解锁。领悟面核辐射药剂3S 级，使用后体内核辐射值消失，可免疫任何辐射感染，包括生物、未来海洋霸主级的异种核感染都可直接免疫。我操！空间异能1天啊，这样自保肯定没事了。一旦海洋异种爆发，倾巢而出来到地面，3S 级的核免能力就十分恐怖了。使用一会的功夫，只见体内的核污染全部排出体外。我试了试空间位移，可以位移10次左右。7天后，一道机械声音响起：新园区海岛求生结束，所有幸存者将获得新人礼包1份，评级越高，获得的新人礼包奖励越好。下一个世界3天后中午12点开启。注：没参加过异界穿越的人，下次穿越无新人区，无新人福利。听到这让很多人脸色一变，因为许多返回现实的人获得了不少极品道具，如除核药剂、一针下去溃烂修复、活力四射，还有各国公布穿越者上交的完美可复核聚变、超导光能炮、电磁外声波等等，还有不少人从结算宝箱中获得了异能。
这让没有进入海岛求生的人长此有情。恭喜幸存者铁柱获得星元礼包一份，受积分加持，品质提升到极品礼包。打开。恭喜铁柱获得地级异能晶核1颗，一阶进化者实力20颗，一阶进化晶核。看你实力暴涨的自己，还是自己的实力更安心。这就是我成为进化者后空间异能的第2杀招——空间吞噬。一旦开启，任何攻击都能吞噬，无伤害反震，十分恐怖。我看着手里的晶核，地级异能晶核，使用后随机觉醒一种地级异能，先留着吧。全民穿越倒计时，3、2、1。我眼前一滑，我直接出现在了现实工作的办公楼中。欢迎各位穿越者来到丧尸末日，生存时间6个月，末日爆发倒计时10秒，开局武器化强刀。僵尸还生存6个月，完了，周围全他妈是人，快给老子闪开！赶着投胎呀，傻叉！突然，周围的人直接僵持不动，全部变成了坤坤。是丧坤，快跑！检测当前世界为丧尸末日，请问宿主是否签到超级金手指？来了，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超级金手指，等级直升。等级直升，宿主将直接提升至当前世界最高等级10阶巅峰异变者。卧槽，满级这么生猛吗？此刻被全身灌满力量的我，这个轻而易举就能覆灭整个城市，不愧是超级护航系统，确实霸道。多谢宿主夸奖，应该的，我玩的就是真实。童子6啊！我看了一眼，聊天群还在，没有了邮件，只多了一个任务界面。我打开界面。末日任务：收集2瓶矿泉水。温馨提示：任务完成越多，评分越高，可选择跳过任务，将会扣减评分。好家伙，这一波我不得刷满了！不知道最高品质的奖励是什么，想想都有些小兴奋啊！全民穿越，末日求生，我获得超级签到系统，签到这个神级异能。上集说到，我穿越到了末日世界，开启金手指系统，获得副本最高等级，看我如何在末世躺赢所有人。出来后，我看到了女友。应该说现在是前女友，因为嫌弃自己没钱，在我去海盗副本后，就和公司主管好上了。呀，这不是铁柱吗？我以为你在海岛副本挂了呢，你怎么还活着呢？呸！我看着他那贱贱的样子，没有搭理他。就在他要发火时，丧尸群却攻破大门冲了进来。就在众人走投无路时，不少人回头一看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因为在窗外正悬空屹立着一道人影。那个打工仔铁柱，他居然会飞！眼见冲入房间的丧坤越来越近。他来不及多想，推开同事，满脸惊喜地冲了过去。老公，接住我！看着扑过来的前女友，我往后退了退。这一瞬间，王佳妮直接吓傻了，这可是17层楼的高度！不要，救救我铁柱！你和公司主管张涛的破事，我早就知道了。老公，我错了，你先救救我，以后我再也不离开你了，你救救我啊！一声巨响，一道急坠的牵引达的轿车窗户爆裂，车顶凹陷。而我发现，丧坤见到我都会躲着我，自动离开一段距离。难道他们害怕我？不管了，先去做任务了。我来到超市，当我收取2瓶矿泉水时，末日任务就发生了变化。完成任务，奖励1包方便面。开启下一个任务，嘎掉50只坤坤。我找到了一处丧村最多的地，一拳就解决了所有的。旁观的人却满脸震惊地看着我。卧槽，大力侠吗？这力量也太恐怖了吧！为什么狮群不攻击他？你们还记得神秘广报中提示的穿越身份吗？难道他获得了丧坤身份，能从丧尸变回人？老大，那不是开了挂吗？这么说的话，他会不会冲上来做感染任务？所以赶紧溜吧。这时任务界面提示：完成任务，奖励20升汽油。开启下一个任务，实力提升至1阶异变者。任务完成，奖励精良长刀1把。开启下一个任务，收集10公斤食物、20公斤饮用水、50升汽油。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，我把末日任务做到了5阶异能者的程度，可以说全球只有我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恐怕半个月就到10阶任务。我找了个房间，给自己做了一桌子菜，吃的喝的别提多爽了。正吃着鸡脚的我，收到提示：恭喜穿越者铁柱完成休息半天任务，奖励异能晶核1颗。我一看，冰系异能晶核，服用后觉醒冰系异能冰锥，25颗能量晶核可将异能提升至1阶。当我使用后，系统直接提示：恭喜宿主获得冰系异能，当前等级初始，触发等级直升效果，冰系异能提升至10阶巅峰。恭喜穿越者铁柱将冰系异能提升至顶级，解锁冰系异能借雨、冰封千里、寒冰之剑、寒冰羽翼、步冰盾、绝对冰域、冰冻空间。我的妈，异能等级也可以升级？是的，宿主，等级直升包括异能等级。我找到一处地，直接发动冰系异能。
所有的坤坤都没了声响，成了一座座冰雕。任务提示：打造600人的势力。我用神识查探，发现远处有一个学院，里面有不少人。我来到学院，狮群直接全部为我让开一条路。这人居然能无视狮群，他是穿越者，就是聊天框里说的那个江南市中最强大的人物之一。这家伙神出鬼没，好像一直在做任务。看，让他进来。看着如潮水般退去的狮群，整个学院700多名师生目瞪口呆。狮王之威当真恐怖如斯啊！我顺利的收服学院，奖励了我1500枚异阶晶核。系统发布任务，开启下一个任务：300人达到1阶异变者。我操，300人到1阶吗？当前1阶异变者需要25颗异阶晶核，也就是说需要7500颗。要加快进是降临。我做了51只丧坤的爹，超人要追随我，海贼王跪舔我，只因我获得神级系，每到一个副本就能获得神级技。上集说到，我获得顶级兵器，我收服了学院，获得700多人的手下。我召集了所有人，告诉他们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听从指挥，违令者嘎。我选了3个人，让他们成为了2阶异变者，又选了5人，给了他们800晶核，让他们各自挑选125人组成小队，跟我清理丧坤。我又从空间拿出大量的水方便面食物，这让众人对我幸福度又增加不少。因为我要3天后让所有人全部成为1阶，这让所有人惊喜地看着我，满脸崇拜。第2天，所有人都准备好后，看着远处密密麻麻的坤坤，直接吓得不敢吱声。而我走到狮群面前，直接发动异能，绝对于是让所有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，所有丧坤瞬间化为冰雕。此时的众人满脸震惊。天哪，这还是人吗？这也太强了吧！这男人不仅拥有狮王身份，还是一名强大的异能者。看来我们真是跟对人了。我让各个小队找丧坤去挖金河。这时，一个也是蓝星穿越的大妈走了过来。小伙子，我是蓝星的领导，你赶紧给我找一个不冒险还能收益高点的工作，回去请你吃饭。找个合适的，也就是说不想出力还能舒服的工作。啊，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倒是有一个，就是比较废人。那你快赶紧给我安排呀！梦里啥都有，这就送你去做梦。我一巴掌抽在他的大妈当场饮恨西北。怎么，你们也想做个好梦？不，我们昨晚睡得挺好。接下来我用音响制造噪音，如法炮制，吸引来的丧坤全部被我用绝对领域击杀。系统奖励我2阶晶核2000颗和30米高防御围墙1座。随后开启下一个任务，是收集1吨可用物资。我将副本空间的物资拿出，没一会儿提示声就响了起来，奖励我2阶晶核1500颗和人物背包扩展至60个。开启下个任务，完成650人达到1阶异变者，20人达到2阶异变者，1人达到3阶异变者。我截取任务出来后，我直接点击使用围墙，只见一个高30米、厚10米的围墙，将整个学院都围了起来。有坚固的铁门，在围墙上还有电网防御。我要打造全球实力最强的势力，回到蓝星，从而获得势力优级评分。我用了20天时间，偌大的江南市就再无一只丧坤。而防御围墙经历过几次任务奖励强化后，直接囊括了整个江南市，强化到了极致。围墙的防御完全能抵挡住9阶丧尸和大型尸潮的攻击。整个星球上人类最强的防御城墙，也是最安全的城市。而江南市内的幸存者足有260多万，都到了2阶异变者。而随着实力提升，大量的人在工作上开始偷奸耍滑，摆烂混日子。暗流已经快速扩散至城市的每个角落，致使230万要独立，人都去了 C 区。第2天，我召集了几个管理者和所有人，5个5阶异变者，一个个都拥有异能，还管不住200多万人。这么好的条件，却能让这么多人嚷嚷着出去，你们是不是太废物了点？听到这句话，200多万人全部倒吸一口冷气。这5人居然达到了5阶异变者，居然在狮王面前连一丝抵抗都没有，直接跪下了。那么狮王又强大到了何等地步，让5大队长都如蝼蚁，不敢反抗。环境实力是我给的，命是我救的，你们却管得乱七八糟。既然管不了这么多人，就让人少点。听到这话，底下的人全部吆喝着。就是直接让我们离开江南，不就啥事没有了？果然有能力的女人还是在少数啊，不如男人。这时众人只见我背出双翼，出现在了 C 区上空，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人头，只见我抬手低喝：冰封千里。是这样的，我做了51只丧坤的爹，超人要追随我，海贼王跪舔我，只因我获得神级系，每到一个副本就能获得神级技。上集说到，我穿越末日世界，建立幸存者基地，没想到260万人起火，冰封千里，天穹剑。快逃！他要嘎了咱们所有人啊！没几分钟，所有幸存者全部灰飞烟灭，只剩城里的10几万幸存者。所有人看我都有深深的恐惧和害怕。我是先杀圣母，如果末日中还讲人情世故，等待你们的只有灭亡。记住，我只出手这一次。随着时间快速度
我还是在完成一样样的任务。最后几天里，我接到了消灭八阶桑昆的任务。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！大威天龙，大威天龙！大罗法咒，大罗法咒！火惹中火，火惹中火！火惹八八火，火惹八八火！飞龙在天！我清理了所有强大的变异兽丧分了，任务也来到了9阶任务，而明天就是到了。我找来灵岩，告诉他，我虽然要走，但是这里不是极限，你们的敌人来自更高文明。因为我接到9阶任务，前往北极寻找到遗留在这里的太古飞船。我只能待半年，你去北极找吧，是否能找到全凭运气，算是我给你们的福利吧。随后我来到学院仓库，随手一挥，5颜6色的晶石就堆满了仓库。这难道是其他等级的晶核？没错，从7阶到10阶都有，还有异能升级需服用能量晶核，以及一些异能晶核，还有7到9阶的护甲、武器等等。谢谢你，大佬，你对我们真好。我要登灵异变者的巅峰，成为能横跨星河的强者，去你的世界找你，请你吃肉夹馍。一个胡说八道个嘚儿呢！好了，这是视力忠诚仪器，可以查看所有人忠诚度。我当时灭了230万幸存者，就是靠的这个。这时天空响起机械音。温馨提示：6个月丧尸世界生存结束，所有幸存者将在3秒后开启传送。走了，谢谢你，大佬慢走啊！你我只是生命中的过客，各自加油吧。一阵恍惚，我被传送到了现实的出租屋内。突然，系统声这时响起：房间内被人安装了摄像头，请注意。看着屋内标记的10个红，难道是房东还是叔叔？我直接拆掉了摄像头后，这时一条提示响起：恭喜铁柱在丧尸末日存活6个月，评分结束后发送奖励：个人实力评级全球第1超3S 加，物资评级全球第1超3S 加，视力评级全球第1超3S 加，麾下实力评级全球第1超3S 加，评定任务完成度全球第1超3S 加，隐藏任务文明传承繁衍星火 C 加，5个超3S 加，果然没白费功夫啊！恭喜穿越者铁柱综合丧尸末日评分超3S 加，奖励超序列宝箱1个，幸运石2颗。超序列宝箱评分超 SSS 加者才能获得，可开启异能种类中序列前100的强大异能。温馨提示：101到500序列异能为序列宝箱产出，其余异能皆为普通异能。普通异能可升级进入序列级。幸运石一次性道具，会给你带来好运的东西。序列级异能吗？运气不错呀！我随后打开了序列宝箱。恭喜铁柱获得防御序列第1异能免疫，被动防御免疫，受到伤害开启免疫效果，冷却时间5，特性护主可开启护主反伤效果，将承受伤害10倍，反射给敌方，必中，持续10分钟，冷却24小时。卧槽，不愧是防御序列第1的异能，简直无敌啊！还有1颗幸运石，运用好说不定还能获得一个超级序列异能，一个超级序列异能。提示：下一个世界3天后中午12点开启。又是3天后，看来是10天一个轮回。而这次末日穿越回来的幸存者，无非就是装叉获得了某某道具，数量不等的异阶晶核，运气好的则是获得了异能卡片或异能晶核，而一些异阶晶核更是被有些集团以100万1颗收购。F 级异能晶核更是到了3500万1颗，而我手中的 D 级异能晶石已经达到了12000万的高价，应该是各大势力串通好的价格。而我看着网上全是铺天盖地的标题，震惊！狮王以一己之力震灭230万幸存者，网上有说自己就是那个狮王，也有骂声一片的。最后还是有江南的幸存者说出实情，是因为这帮人要反水才被覆灭。随后网上的舆论逐渐越来越少。这时屋外响起了敲门声，看来正主上门了。全民穿越，末日求生，我获得超级签到系统，签到这个神级影子起，未知游戏与现实融合，全球魔兽降临，只有成为职业者才能在这危险的世界中生存下。铁先生你好，我叫张嫣然，我们是海城进化者协会的。6天前由于你家中没人，我们才私自安装的摄像头，是为了防止进化者潜入屋中伤害到你的利益。既然你不愿安装在这，对你说声抱歉，同时会补偿你1万的打扰费。如果不是自己的系统提示，那么穿越者回来获得什么奖励，第一时间就会暴露，被进化者协会发现。铁先生，这是我们协会的入职表，其中有很多福利，要不考虑下？加入协会就免了，安装摄像头对我的危害只用1万就打了。回去告诉协会，20个亿，此事作罢。20个亿，小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以为觉醒个异能就一步登天了？小心祸从口出。看来铁先生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，但你太不把进化者协会放在眼里了吧？不知你有什么品质的异能？你们只有2天时间准备，不送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狂妄的资本。灵蛇突袭！
可下一刻，五人眼前一滑，只见屋内的我居然消失了。小心！一瞬间，几人全部倒地，没了动静。好快的速度！你难道是双异能持有者？求你，求你不要赶我！主人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可还没等张嫣然说完话，我一下就送走他。我从张嫣然的口袋中取出手机，打开了聊天软件，把他们的彩妆视频发到了群里，聊天群就炸开了锅。敢告我进化者协会的人，这人是谁？简直找嘎！暗示意他是想钱想疯了吧？真以为嘎一两个进化者就有资格警告协会？这几人连还手能力都没有，这人的速度极为恐怖，应该是速度异能者。没过2个半小时，我手机就收到一条提示声，华夏银行账号入账20亿。随后就看到一条信息，是海城进化协会的会长叶风华。手下人不懂事，打扰到狮王大人您了。不过我们真诚的邀请您加入协会，海城副会长或是荣誉会长一职，任您挑选。要是有意，还请铁先生开门，叶某就在门外。看来他知道我是谁了，而我直接回了一句不用。时间一晃，3天已到，全民穿越倒计时，3、2、1。定，欢迎穿越者来到游戏降临世界，生存时间1年。我环顾四周，是昏暗的地下洞窟。我靠，我的腿怎么没了？这次开局这么拉吗？我看背包里面也只剩一瓶药，这简直就是地狱开局啊！紧接着，一股庞大的记忆涌入了我的脑海。半月前，未知游戏与现实融合，全球魔兽降临，只有成为职业才能在这危险的世界中生存下来。而我出生青山市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为了能命硬些，家里亲戚给他取名铁子，寄宿在大伯家，受尽白眼不说，父母的遗产都被大伯私藏了，而自己时来运转觉醒了主流职业法师，而大伯觉醒的是狂战，我母射手，加上堂姐还是名奶妈。在我15级做职业任务时，我获得了一颗极其稀有的隐藏职业觉醒石，只要去觉醒大厅认证，就能获得隐藏职业，却被伯母和堂姐联手抢夺。大伯张勇一招野蛮冲撞，直接将我顶掉进任务点附近的深渊内，才有了现在的场景。气血450%15，状态双腿断掉，每秒扣除2点血量。温馨提示：血条清零人物嘎，当前背包初级药1瓶，无法恢复身体，请尽快寻求救援。我打开血瓶，一口气喝了下去，头顶冒出+1+1的信息，可惜药水品质太低，只加了20点，算上3秒扣除6点血量，我目前只剩29点血量。检测宿主降临游戏世界，恭喜宿主获得超级金手指、超级掠夺。重生了，获得了神级系，可以穿越任何副本，只为完成副本获得最高评分，返回现实对抗海兽入侵。开局断双腿，我穿越游戏世界，却发现不能走路。绝望之时，我获得了金手指超级掠夺。超级掠夺，击中目标后，50等级血量直接清零，100%触发掠夺效果，随机抽取目标属性、天赋、技能、装备等。冷却时间5，消耗5。注解1：抽取物品无衰减，无下调，100%掠夺。注解2：任何目标只能掠夺1次，相同目标无效果。我靠，这金手指击中目标不仅能秒嘎，还100%掠夺对方的东西，放在游戏中直接无敌啊！可是自己要嘎了，给我这个有啥用？出师未捷啊！可能自己真的要嘎了。这时我爬向洞外，却发现有白色问号藏在角落中。我定睛一看，稀有级 BOSS 霸王飞天虎，等级不详，属性不详，特性常在深渊处休眠。不能用法术，要是弄醒了，那我就直接白给了。超级掠夺，按照说明击中目标就能触发，那就试试。我找到了一块石，猛地砸向前方虚野，可是刚发怒的飞天直接化为器物，然后一连串宝物散发着刺目的光辉，从烟尘中掉落在地。恭喜玩家击杀100级霸王飞天虎，获得1262万经验值。游戏提示声刚落，刷刷刷，密集的光芒在我的身上闪烁。恭喜玩家提升至16级，解锁支线。恭喜玩家提升至20级，解锁帮会。恭喜玩家提升至25级，解锁装备强化。大量的经验值让我瞬间飙升到40级可以转职的等级。同一时间，一条公告突兀的涌入了全球玩家的耳中。世界公告：恭喜玩家铁柱成为首个斩杀稀有级 BOSS 的玩家，奖励金币10万，青山市声望3万点，超级藏宝图1张，技能槽+1。卧槽，10万金币，还有3万的声望，100铜才等于换1银，100银才能换1金啊！3万声望可以极大程度让 NPC 产生好感，从而触发隐藏任务。超级藏宝图才是真的牛！之前有人挖宝开出技能书呢，这张图不得开个隐藏职业觉醒石。技能槽就显得有些普通了，但目前是游戏初期，到了后期多一个技能就是多一个变数。而有的人打开了等级榜，发现第一竟然是一个叫铁柱的玩家，还看不到等级，无法显示，难道是比第二还高出了10级吗？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！而在青山市内职业觉醒大厅，他居然还活着，
现在怎么办？他肯定会来青山市的。他现在最少38级，留下来等嘎不成，得赶紧离开这啊！司童才觉醒，出去太危险了。青山市的 NPC 传送功能早就关了。我觉醒了奶妈里的瞬间满血技能，会长已经收我为徒了，让他带我能离开这就行。好，这就好，赶快做。定，玩家收到27亿7600万条好友请求，全部屏蔽。我没有着急捡物品，而是直接发动掠夺。定，掠夺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霸王飞天虎属性，血量86万。我只感觉气血如万马横奔涌入我的四肢，眨眼间腿上的伤势都恢复了。boss 级的血量啊，牛叉呀！我打开我的属性面板，就这血量，我不穿装备都没事。我收起了爆出来的装备，其中有一张卷轴让我颇感意外。幽冥卷轴40传说道具效果，40级玩家职业进阶后，可使用幽冥卷轴强化职业特性，将职业提升至隐藏职业，职业成长10颗星。不愧是传说级道具，不过我有金手指就够了。张勇，我该怎么对付你一家呢？他们3人必然看到了世界公告，得好好想想怎么对待你们这3个孽障。我点开职业进阶任务，是前往迷雾森林单人通关副本。我在沿途击杀了很多野怪，发现掠夺来的属性居然可以叠加，这金手指是真的吗？童子你有点东西的。多谢宿主夸奖，机操物六。小怪直接被我抬手顺，经验和属性却疯狂增加，而我很快的找到了副本 BOSS 羊头怪，因为等级很高，前来挑战的不少都挂。好想这些个他妈直接秒哭。定，恭喜玩家通关迷雾森林，用时36秒，评级 SSS 级。恭喜玩家完成职业进阶任务，可继续升级提升至80级。看来得弄个大范围的群秒技能，把副本评级提升上去。而我直接使用了隐藏职业的幽冥卷。恭喜玩家铁柱觉醒隐藏职业亡灵主宰10星，特性1气场，散发主宰威势时，敌对亡灵即将受到压制，全属性减少80%。特性2无上限，控制的亡灵各系换物，无数量上限。特性3亡灵界，遇到亡灵断物时，可拉入亡灵界进行淬炼，成功后变为召唤物。一个职业只有一个特性，而我却有3个。我召唤一个手下却只要1点蓝，以我现在的蓝量，可以召唤出一个军队。我直接点击一键升级，一阵白光闪烁，我直接来到了65级。佩戴上 BOSS 爆出的装备，属性全部都来了1万多，简直恐怖至极。我找到高级怪物区域，在落日山脉，前往了那里。这就是85级的西方龙群聚集地。听无知召唤，出来吧，我的钢甲军团！下一秒，空间裂缝打开，一个个战士拿着长枪横刀接触起，数十个、几百个、上千个，整整几千个把山脉全部包围了起来。而我直接发动掠夺来的技能，主宰恩赐，瞬间所有军团战力暴增，散发着阵阵凌厉气息，全部冲入落日山脉中。而没多久就听见咆哮，龙族那巨大的身形在白芒掠过后瞬间炸成了血雾。定，掠夺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飞龙属性，血量16万。定，掠夺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红龙属性，误伤6520。定，掠夺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蓝龙技能龙息。几十条的信息接连而至，开启自动升级的我直接将等级提升到了80级，来一趟放2个技能就80级了，太猛了！一直刷到傍晚我才收回了军团。我点开个人信息查看。玩家铁柱职业亡灵主宰，等级80，经验100%，四量1256万4200，蓝量186万6528，体质277万1202，五防876万5200，力量56万7412，五伤135万8542，精神49万9512，法伤122万3657，身法39万6621，敏捷96万3369，法防82万4200，物抗27%，法抗19%，法爆22%，物爆37%，自由属性点260点。我操！我去，这辈子都没玩过这么离谱的游戏。而召唤物的属性也增长到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步，更别说我本人了。尤其是这物爆伤害比法伤都牛，就一个词，离谱。第二天我准备去做80级任务，一声声的防空警报却响不起来。有人点开了附近频道，发现是兽潮来攻打青山市了。我们这边也有兽潮，太多了，根本守不住。完了，我不想嘎。温馨提示：青山市即将遭遇兽潮攻城，请所有玩家做好准备。兽潮攻城吗？重生了，获得了神级系，可以穿越任何副本，只为完成副本，获得最高评分，返回现实对抗海兽入侵。我闪身来到一处高处，目光所及之处，全是密密麻麻的怪兽，这规模，怕是数十万的超级兽潮。此时所有人见到这一幕都震惊无比，守城的将士也发现，如果一旦攻破城门，那么必将没有任何活路。随即让所有弓箭手准备，所有人紧张地盯着下方急冲而来的兽潮，而冲在前面的怪物头顶亮起了25级标识时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先锋都这么猛了，
后续该怎么办？所有人听口令，放爆裂剑！3个箭矢脱弦而出，箭矢落地，爆炸声四起，硝烟弥漫。看到有些怪物被灭，所有人才松了口气。所有人听令，过甲剑准备。测试。看到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怪物，正当所有人感觉松了口气，有人抬头看向城外，只见身高10多米的怪兽出现。一下击碎了城墙，兽潮直接冲了过来。刚换上来的魔法师还没发动攻击，只见头顶就出现了烈度鸟群，直接对魔法师们用起了毒素攻击，大量的魔法师中毒。使用对空弹。报告长官，怪兽丢的时候上有重力法阵，影响了驱鸟炮车的释放，需要2分半后才可使用。所有人没想到指挥兽袍的祭司非常聪明，利用空弹直接打破城门，一瞬间城头便发生了骚乱。而我在后方观战，兽巢中有祭司指挥，看来擒贼还的先秦王，嘎掉他们老大，可以说就赢了70%。此时面对汹涌的兽巢，西面城墙只坚持了10多分钟，就被兽群直接冲灭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他惊疑地发现一个大帅逼悬浮在西城门上空，而在他的下方，则是汹涌而入的兽巢。他这是……随即，他看到了让他毕生难忘的场景。我超级的军团啊！听从无知召唤，从永久的沉眠中苏醒吧！下一步，天地同出，10几万战士全部出现。众人见我如大地之姿，散发出无尽威严。听从无知号令，屠戮兽巢。有人在这时查看军团的等级和属性，全部都是问号，只有一行介绍：由玩家铁柱使用召唤而来，持续时间2分钟。双方一碰，战士直接以摧枯拉朽的方式，几个呼吸内将涌入西城中的怪物斩落殆尽。仅仅是一会儿的功夫，空中的斑斓鸟群也尽数被屠。所有人瞪大双眼，倒吸一口凉气。他到底是魔法师还是召唤师？我爸是在做梦吧？你快打我一下！军团恐怖的数量和伤害已经让他们震撼了，而更无解的是，这些军团被攻击时，头顶居然显示都是无效。兽巢中的怪兽居然连破防都做到，不到2分钟，城中再无一声怪物嘶吼。足有100万的军团齐齐转身，看着虚空而立的我，等待发号施令。我抬手一挥，军团消失。之前还惨烈的战，男人放个屁就几百万怪兽，睡觉翻个身星球就被拍碎。只因他有穿越金手指，属性直接999一加，而他却天天害怕不敢睡觉。我覆灭100万兽巢后，城中的穿越者却是羡慕嫉妒恨，羡慕我穿越回去必然会获得高级分，而他们也庆幸是活了下来，跟着混到最后就能白嫖奖励也很香。我呼吁所有人跟我清空华夏所有。一起先清剿城市周边怪物，打通道路后设下 NPC 的路标，路上就不会再出现怪物。随后我成立万人军团，见识到我的强大，当即就有很多人跟随我。而所有人在加入队伍的那一刻，大量的经验让人升级如坐。刚加入队伍，我们就直接升到40级了吗？这大佬也太牛了，简直太爽太酷了！此时的罗德士张勇急得上蹿下跳，他没想到我成了青山市的王，还有100万军团，一人解决了数十万的兽巢，一下午的时间攻下周边2座城市，那1万人都达到了40级。从刘能给我们的情报说铁柱失忆了，现在可以确定铁柱确实失忆了。他就是个傻缺，被我利用了，还以为我们是他唯一的家人。我们快去找他，必须好好利用他为咱们效劳。2个半月后，华夏东南一带被尽数补空，我成立的4个神兽队伍，每人都达到了4转160级，随便拉出一个人都能独当一面。不到1年，华夏区所有地点全部怪物被清空，而陈勇一家人主动找到我，却没想到我直接把他们4肢尽废，也扔下了深渊山洞中，任其自生自灭。几日后，我前去冲击300级最强副。面对副，我还是一招定胜，直接覆灭了副本最强 BOSS。世界公告：恭喜华夏区工会法师公会剿灭魔兽之城提前开启区域性更新，华夏区将在1月后开启版本 2.0， 其他各国再接再厉。此时一处山巅，我身穿混沌装，就像天上神人被光雾遮蔽，别人难以窥探分毫，难见真容，就要回去了。可惜现实世界没有这种职业和超级掠夺金手指。此时我的所有属性全部来到了999一加，这属性就算来几百万个 BOSS 也不够我一击的。这时提示传来，我在工会频道发了最后一条消息后，被传送回了现实世界。恭喜铁柱在游戏末日存活1年，开始解散。个人等级全球第1超 3S 加，势力评级全球第1超 3S 加，装备榜300件极品神装全球第1超 3S 加，副本榜2秒半通关全球第1超 3S 加，探索成就点全球第1超 3S 加，社交金兰徒弟至交好友 C 加，隐藏任务最强公会跨国传送真未完成。
5个超级评分，不错。当系统结算后，我获得了一颗黑色闪耀丸。奖励人物特性爆种丸，品质实行满级特性，效果使用后人物永久拥有爆种特性，随时可开启爆种模式，所有属性全部提升10倍。我服用后直接来到了3阶1，而此时全球都在讨论那个叫铁柱的大能究竟是谁，让我笑而不语。深藏功与名，1天后，现实世界暗兽爆发，英发国直接沉入。第2天，我清理了一些，进攻到陆地上的1、2阶是最后一天，我收到系统提示，即将穿越，此次穿越与往常不同，请宿主做好准备，生存时间5年，穿越倒计时3、2、1。此后全家都高兴不已，只因我重生成了一条泰坦巨蟒，并且还觉醒了吞噬进化系统，只要不断吞噬就能变强，不仅可以变成斗罗里的天青牛蟒，还能吞噬星空，甚至就连地狱9头蛇也可以进化。系统，我怎么成了一条蛇？本次穿越需要，请宿主快速吞噬，只要吞噬就能不断变强。随后我钻进树林，发现一只老鼠，吞噬后就获得了30点进化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在勤奋的吞噬捕猎，体长成功来到了10米，还获得了几个技能。就在我吞噬大野猪，我成功晋级。恭喜宿主获得口吐人言技能。我靠，我竟然能张嘴说话了，太好了！这样就能去找千亿老爹，我肯定会进化更快。就在我幻想时，尾巴摇晃的太厉害，被来钓鱼的主播重新直播了下来，而主播们却被吓尿了裤子。我发现后迅速逃跑，这段视频也在网上疯传，上了热搜。而我发现自家水库下面有个巨大的黑翼，而我也确认，生前我去钓鱼，就是这个巨物生前把我拖下的水。不管你是什么怪物，等我强大后，老子一定要吞了你！为了能更快的加快进化的速度，经过2个半小时后，我到了住在山村的奶奶家。本以为奶奶见到我会吓一跳，却没想到她不仅不害怕，还以为我得到了某个尝鲜的能力，才转世成了这蟒蛇。你活着就好，或许我孙子以后说不定还能成精呢。奶奶这就给你爸妈打电话。第2天，爸妈见到我口吞人言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解释后，他俩才真正的相信我成了蟒蛇。儿子，你觉得老爹有什么能够为你做的吗？我要吃肉食就能变强进化，还能产生异能，或许有天能变回人。好，老子先给你买1万头猪。而老爹为了方便，直接在水库旁给我盖了个巨大养猪场。我每晚上通过吞噬猪仔后成功进化，到达了保卫极限。提示宿主，蟒蛇已经是极限，是否更换蛇类模板？1泰坦蟒能长到30米，史前生物；2亚马逊林蚺能长20米，现代生物。我果断选择泰坦巨蟒。还获得了自愈能力和皮肤硬核技能，我心情大好。去了环山水库附近，却听见一个娇弱的女声呼救。我循着声音的来源探去，却发现一只狼和一只企鹅竟然用人类的语言交流。我们不做任务时可以变回人，但是一段时间内必须要做任务。如果任务失败，兽神空间早晚会嘎掉我们的。陆雪怡，你以后得到积分要留点保命，没有积分只怕会……谁在那里？给我出来！当他们看到我从灌木丛中钻出，是个体型庞大的巨蟒后，不禁纷纷愣住了。我操！兽神空间不会对低等生物警告的，难道他成精了？还有极高的智慧吗？此刻的王腾好奇地打量着我，而旁边的企鹅吓得已经瑟瑟发抖。你能听懂我们说话对吧？兽神空间派发的任务，我俩完不成，但是求助这个蛇妖，有他肯定可以完成。你能够帮助我们吗？我家里很有钱的，只要你答应帮助我，我给你很多好吃的。而我直接用尾巴写下了3个字：我操！一个小目标，我们没有啊。那就给1500万吧。我的突然开口吓得他俩屁滚尿流。呵，大蟒蛇，那就1500万。我完成任务回去后，找朋友借些就给你。我通过了解得知，他们团队作战，团灭对方就能获得积分变强。无奈对方变身的野猪王怪物更强，而我听到后松了口气。我现在基本陆地无敌，正好拿他们试试。我们商量完对策，王腾去勾引目标，我则伪装下来，企鹅负责做诱饵。大概10几分钟后，只见远处丛林中，王腾的身后一只野猪王飞来。此后全家都高兴不已，只因我重生成了一条泰坦巨蟒，并且还觉醒了吞噬进化系统，只要不断吞噬就能变强，不仅可以变成斗罗里的天青牛蟒，还能吞噬星空，甚至就连地狱9头蛇也可以进跳。野猪王追上野狼正要攻击时，却被自己的危险感知技能警告后发现了我，看到我巨大的身体，知道自己不敌。野猪王随后转身呼喊同伴，与此同时，急忙赶来的大猩猩、大棕熊3个野兽一起围攻而来，丛林大战即将一触即发。检测宿主正在兽化副本，签到成功，激活金手指，反猪吃虎。你3我切开，你指定的对手只有30%战斗力，无论任何阶级。这不就像是联盟里狗头的 W 技能吗？只要对方30%的属性不超过我，那直接就稳如老狗啊！金手指牛啊！得到金手指的我，直接对大棕熊一个史诗级减弱，棕熊战斗力直接只剩30%，被我直接发动死亡。
解决了。野猪王发怒，直接对我使用技能，我一个史诗级减弱，野猪王的拳头打在我身上，也只能使我破点皮。超级恢复技能马上就让伤口直接愈合，而我直接发毒牙攻击，野猪王也都能撑过2个饭直接挂了。随后逃跑的大猩猩也被我找到野猪王他们，直接吞噬获得3000多进化点，加上之前吞噬的进化点，成功升级。这时我的体长来到了20米，获得水下呼吸和烈焰弹技能。就在我寻找吞噬目标时，我意外来到雄狮老巢，看着出现的5只大雄狮，我直接发动烈焰，3只雄狮直接被我嘎掉，自知不敌的雄狮直接召唤帮手。没一会来了一个体长超过6米的大雄狮和几只5米多的卡勒咪，看着超过20米的我，此时他心里也慌得一批，只能联合所有人一起出手，却没想到我直接几个 W 技能挂上，怪物们就像伪了一样，我一记超强毒液喷射，10几头怪物全部嘎掉，我吞噬了所有的怪物，获得了16000多进化点，真香！回去吞了所有的猪，就去水库找那个怪物，接连吞噬了几百头猪，我成功升级，现在我体长22米，重2.3吨，咬合力3500公斤。在去往水库的路上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阴冷的声音。好大一条孽畜，他是早已经通灵了。有了这条巨蟒的血肉和气珠炼化后，老夫的实力必然能够达到炼气6层。来人是一位老者，看着来头不善。此时我的脑海中也响起一道声音：发现修行者，宿主吞噬后可获得20万进化点。老人直接攻击，却发现打在我身上后功力像是被弱化了一样，而我的伤口竟然不断愈合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早就观察好了，以我的功力，你应该被我一招斩杀才对。我感觉我怎么变弱了？而他并不知道我有个 W 技能，就算18岁的小伙也得低头。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只剩3成功力，而我直接趁老头不注意直接愈合劣质。老头族吞噬了老头，我直接获得了20万进化点。升级后，现在我体长28米，体重3.5吨，咬合力5000公斤。这次该去水库会会你了。来到水库里都是几米到几十米不等，电影对，我一直吞噬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袭来，是一个30米长的巨蟒。小崽子，马上离开这里，否则嘎！今天开始，这里以后是我的地盘了，是你滚才对。被惹怒的巨蟒哪里受过这窝囊气，被一条比自己小的蟒蛇挑衅，直接冲了过来。而我一个 W 技能，几番交手下来，巨蟒直接被我打得奄奄一息，被我吞噬，获得50万进化点。现在这水库最强的就是西边的吞我下水的怪物，想要统领水库，还得再加强。经过一夜吞噬大鱼，我也收获了100万的进化点。这次的进化，我的体长来到了30米，重4吨，咬合力7000公斤。而我发现企鹅兑现给自己的手机号不通，想赖账，还派人来嘎掉了。随后我通过千亿老爹调查得知他的住址，趁着夜色赶往那儿。检测到来自企鹅对宿主深深的恶意，特此发布任务，嘎掉企鹅奖励1亿进化点。这进化点我要定了，敢耍我，我马上就到。能从蟒蛇变成人，只因我有金手指可以穿越任何副本。谁呀？是你妈干吧？你看我是你爸吗？南方的小土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求你别赶我，我给你钱，给你10亿。直接一口嘎嘣脆，我完成了任务，获得1亿进化点。一夜之间，我实力大增，一眼气为升8级。现在我体长48米，重20吨，咬合力3万公斤，还获得了许多技能。该去找那湖里的水怪算账了。我来到水怪的领地，一道声音传来：小辈，念你修行不易，速速离去，否则死。不用了，这大水库里有一位主人就够了。此时怪物现身，我才看见是有点像是剑齿龙一样的古老生物，体长55米左右。呵，你这小水怪也想跟我斗？我一个 W 技能，一套连招直接把他打成残血。他拼尽全力一战，但最终还是被我拿。恭喜宿主成功干掉剑齿龙，成为水库的王，特此奖励高级神通千变万化。看到介绍后，这神通简直太棒了，居然是我可以变化成任何东西，可以从蟒蛇变成人，终于不用再拖着长长的身体在山洞里睡觉。系统真是太懂我了。吞噬了剑齿龙后，我获得了5亿进化点。沉浸在当水库老大的喜悦中时，一个野怪跑来告诉我：“你就是刚上位的蟒蛇吧？我家树妖大王要你去进贡给他，就能得到他的庇护。如果拒绝，就将面临树妖大王的神威。”不用你传话，这次我亲自去找他。看到那怪物嚣张的样子，我直接一个技能解决了他。触发任务，干掉树精王，成为区域老大，奖励终极形态体验卡1个月。终极形态吗？看来树精王是比达无疑了。次日，我来到树妖大王的领地，这里有很多山精野怪，都来给树精大王送礼。你就是那水库新上位的小蟒蛇吗？这次带了什么礼物？拿来我瞧瞧。树妖大王一脸不屑地望着我，我嘴角上扬，露出一丝冷笑。他正要伸手拿礼物时，我发动技能将他吸进了星空巨蟒的肚子里。
这里是哪里？你又是谁？为何有这神通？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说了算。生气的树妖大王被攻击下，发现我居然纹丝未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在我的时空里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说的算，你是嘎不掉我的。树妖大王一脸惊恐的看着我，我冷笑一声，发动技能将他打昏过去，吞噬了他。见状，周围的蜥蜴王、飞熊精王、牛魔王等大型野怪见状纷纷出手围攻而来。我发动新奖励的技能王之奴役，将他们全部控制住后吞噬掉。这次的吞噬让我直接获得了100亿进化点，系统还特此奖励我终极进化回升、超进化神态先天进化之和神通断指重生，这真是太爽了！现在的我定要横扫所有任务，回到现实，拿到更大的积分奖励。回到我的地盘，我发现有一个闯入者，一个狮王在我的地盘撒野，而他见到了我的本体后，直接吓得魂不附体。实力不强就别来惹我，让你长长记性，在我的地盘撒野的后果就是死。狮王直接被我抬手覆灭，系统又给我奖励了倍升双翼的技能。现在的我更加自信和强大，下一步就是前往兽神空间收服几大兽王天尊了。兽神空间吗？只要利用好这体验卡，这次我要让你们所有人在这1个月内都要进入兽神空间后，感觉这里的气息与外界截然不同。这个星球所有的精英怪都聚集在这里，而这里的气息更让我感到实力在不断上涨。我心中暗喜，这真是个好地方。现在我要成为这里的王。经过多方打探，我了解了基本情况。这里分为5层，每层都有一个兽王统治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层是由暗夜鼠王统治。要想统治整个兽神空间，我必须先打败所有的兽王。经过1天多的寻找，我终于找到了第1层老大暗夜鼠王的位置。何方宵小，竟敢闯我的领地，犯我天威！我就是来嘎你的，夜鼠王。话音刚落，便发动了攻击，但令我惊讶的是，夜鼠王的速度非常快，我的攻击竟然没有击中他。我心中暗自警惕，这绝不是一般的宵小之辈。夜鼠王似乎看出了我的惊讶，他嘲讽道：“不堪一击的你，真以为能战胜我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直接给他套上了 W 虚弱技能。这一次，我发动了更强大的攻击，直接朝夜鼠王冲去。经过一番激战，我终于找到了夜鼠王的破绽，看准时机，一击将其击败。恭喜宿主打败夜鼠王，获得奖励进化点100亿。看来想要直接征服所有兽王，就必须直接出动最终形态。接下来，我接连挑战了第2层、第3层的兽王，你是没有机会赢我的，但都被我变成终极形态。当我来到第4层时，遇到了一个极其强大的兽王——剑分者，剑术用的神乎其神。看来你还是有能力的，能走在我面前，说明你也很强。但今天只能止步于此，接招吧！大三，经过一番对战，我发现这剑尊者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他的眼睛，只要攻击他的眼睛，就能让他失去平衡。于是，我利用千变万化的能力变化成一只小鸟，飞到他的头顶上，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我用尽全力向他的眼睛啄去。剑尊者族，恭喜宿主打败兽神空间剑尊者，获得奖励进化点500亿。来到第5层时，我知道这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。这里兽王最大的 BOSS 居然是一个人，没想到你居然可以闯到这里。你是谁？这里是怎么回事？我是来自 M27星云的高级物种，我只差一步就可以找到这个星球的核心，将其取出，我的星球就可以获得新能源，重新崛起了。而这次突然的全民穿越，打断了我的计划，你们都该去嘎。我没有别的，而是直接发动攻击。他轻松地躲过了我的攻击，并反手给了我的击中击。我被打得到飞出去，盒子撞在了地上。这一击的力量让我瞬间失去了意识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被按在了地面上。他正准备用技能来结束我的生命。去死吧，下辈子别当动物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发动断体重生渗透，我的身体瞬间消失并出现在他的身后。我猛地一跃而起，变身并刺向他的胃部。他直接被我整个的透心凉。就在他临死时，他发动了星际攻击。而兽神空间被彻底摧毁。重生了，获得了神级系统，可以穿越任何副本，只为完成副本，获得最高评分，返回现实对抗海兽入侵。兽神空间被彻底摧毁，我侥幸逃出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外来物种，保护了星球，特此奖励宿主复活重生神通，可以无限复活重生。之后的时间，我用所有经验点全部用来升级，我连升100级。现在我体长250米，
重100吨，咬合力500万公斤。我便身后来到了奶奶家，爸妈见到我也非常高兴。太好了，儿子，你终于有了神通变成的人啊！而我让富豪爹找来了几个千亿富豪，我用了王之奴役，让他们全部变成了我的手下。你们所有人全部要听令于我老爹，任何命令都不得反抗。是，遵命主人。这样一来，我也是报答了有钱爹给我花钱买猪了。接下来的几年，我都是像正常人一样度过。而有钱老爹成了首富，这颗星球大部分的野怪也都被我尽数嘎掉。此时的我早已进化到了最终形态的星空巨蟒，一转眼就到了回到现实的世界。老爹、老妈、奶奶，你们保重！随着传送声音响起，我被传送回了现实世界。恭喜穿越者铁柱在兽化副本里评分等级获得超 3S 加评分，获得奖励隐身术。隐身术冷却时长1小时，使用后任何仪器和人都无法发现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能。嘿嘿嘿。另一边，大面积的海开始不断出现兽潮，开始袭击陆地上的建筑和人，很多沿海城市也都有沦陷，很多地方已经断断续续出现2阶怪兽，甚至还有个别3阶异兽。就在这时，房门处响起了门铃声，我打开房门，看到一群人，带头的人是一个经理，名叫朱文。什么事？铁先生你好，我叫陈天宇。得知这次全民穿越结束后，洛城总指挥陈帅派我来，是希望您能带领城中最精锐的小队，击杀受潮中的总指挥擒贼先擒王，共同击退这次受潮。哼！我转身直接一句慢走，不送。其他前来的高层则是吃惊不已。这就是嘎掉100万人的狮王吗？连陈帅的话都不在意，太拽，太酷辣了。如果受潮退去，我方将附送铁先生1半的获利金额，再升任铁先生为洛城副指挥官一职，就是洛城第2号人物，只接受陈帅调派。这次受潮不简单，铁先生的瞬移变成了一记杀手锏，才会给这么高的奖励。突然，我听到厨房水槽里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响声，我急忙问向朱文：“这洛城的地下防御如何？”从我老板口中得知，刚换新了一批地下诱惑剂，从穿越者手里买的，能在地底散发气味，引诱一种刨坑向城外，效果相当出色。你们之前的防御是什么？是高伏电网，整个城的人都知道，并不算机密，是科研院研发的。不过开启电网后就会把地下的诱惑剂蒸发，还好换了，不然一种早就冲击电网了，哪像现在这么安稳。原来如此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交出诱惑剂的人已经投靠了海洋一族。铁先生问这些，是怕地下防御出问题吗？已经出问题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条触手探出水，来回摇摆，像是在寻找周围猎物的气息。犀游，我操是犀游，快跑啊！犀游是一阶一种没错，可这意味着一种已经从地底进入城市了。人民穿越副本求生，只有你自己有金手指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闪身来到了城墙上，看到了内城的骚乱。练习生们别慌，继续击退城外异种，让预备队速度去电闸区开启电网，不然内外受敌，大家都得嘎。大量守城人员在巨城上攻击着外面的兽潮，所有人的武器全都是激光式科技武器，场面十分壮观。我从空间内取出望远镜，转身看向洛城内部，整个城市的马路上混乱无比，全都是地下涌出的异种，横行街头。地下电网吗？我找到2名军士，我是狮王，速度带我去地下电网。我抓住一人消失在原地，剩下这名军士一脸激动地对麦克风吼道：“练习生们注意啦，注意啦！狮王大佬去地下电网区了。”什么？好家伙！通知中分头们，狮王出手了，让大家坚持住。我的出手就像是一针强心剂，稳住了所有人心。毕竟我可是华夏穿越者大佬之一。屋内，3名身穿白色制服的人正迅速敲击着电脑，在他们的身边，2只水母正包裹着2人的头颅，在一旁观摩。最为神奇的是，这水母居然能控制人说话。还需要多久？进度条已经达到68%了，到100就能关闭城防系统。放心，你们都是人才，是我海族急需的，只要效忠我们，保证衣食无忧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的人形鲨鱼发现了我，直冲我而来。什么人胆敢破坏海族大事？而我作为3阶强者，能感受到2只鲨鱼也是3阶气息。见2只异种鲨鱼袭来，我缓缓抬手，十字空刃斩。2只前冲的异种鲨鱼前面突然出现十字细线涟漪，来不及反应，在空中成为了碎块。而2只水母也意识到了严重性，同时他们开口拉拢：“阁下，你应该知道我族的强大，不如归顺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直接使用空间真实消灭。跟随来的2人被震惊的无以复加。顺了3阶异种杀，这也太厉害了！不愧是狮王大佬。我把怪物脑中的3阶晶核收走。场中的女子见我直接说道：“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嘎了，只有我能控制整个地下电闸。我叫周慧慧，28岁双料博士，对国内外的先进武器科研方面都很懂。如果你愿意保护我，
我的价值足够让你满意。我没有说话，而是先关闭了电闸。城市里的人知道后，抵抗受潮的气氛达到了顶点。城外的受潮自知不敌也全部退去。看着欢呼的群众，我接通了洛城最高指挥官陈帅打来的电话。铁先生，多谢您出手相助，也谢谢您能带回周慧慧。目前她对基地极其重要，只有她能全面了解地下电闸。也许是周慧慧让一种把所有工作人员都嘎了，这个女人为了自保可以干出这个事。我会了解真相，做出处理的。铁先生晚上有空吗？我安排了酒席。不用了。那好吧，等会儿我儿子会将3阶晶核交给您。好。而我从周慧慧口中得知，她的能力是让下一代成为异能者。我还获得了一种鲨、蓝光水母、巨型章鱼、猩红海星、一些海兽的特性。如果你想提升实力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我的肉夹馍永远为你敞开。目前只有你知道我的秘密哦。从城中战斗机传出的消息看，一种兽潮离开时，居然将嘎掉的同伴都带走了。这也意味着一场大战下来，毛的利益都没捞到，直接血亏。毫无疑问，兽潮中必然有智慧极高的存在。不少进化者带着家人连夜组团离开了洛城，而我待了2天半也离开了洛城。不知道这一次洛城又能坚持多久？铁柱心知一旦开启穿越，就是洛城第2次经历受潮的时刻。话说那些移民到月球的人，是不是也能穿越一检？这要是可以的话，可比地球安稳太多了。次日，当时间来到中午11点59分，穿越提示如约而至，在全球幸存者的耳中响起。全民穿越倒计时3、2、1。我可以将任何东西变废为宝，小到芯片手机，大到无界机甲。只因末日降临，全民开启无限流穿越，只要能从异界副本活着回来，就能获得丰富的奖励，快速变强。而我绑定了超级外挂，每进入一个副本就能获得一个超级金手指，从此诸天万界一路横推，极品奖励更是拿到手软。定，欢迎穿越者来到废弃世界，生存时间6个月。废弃、破败、死气沉沉，堆积如山的垃圾场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，目光所及都是废弃的垃圾，生锈的破铜烂铁。我转身看了一下，只见数个巨型垃圾山高耸入云，绵延见不到尽头。定，检测当前世界为废弃世界，请问宿主是否签到超级金手指？签到。定，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超级金手指。修复进阶，修复进阶，宿主获得任何破损、垃圾物品都能将其修复还原。进阶是物品潜力上限而定，可直接进阶为完美形态，次数无限次。提示声刚落，眼前就浮现出了周围各种垃圾的归类。我决定先找武器修复，只因在这陌生世界还是安全第一。我找了一圈，前方垃圾堆中一条信息吸引了我的目光：切割枪碎片可修复，无进阶潜能。我拿起碎片，心念修复，下一刻，光团瞬间成了一把枪的模样。定，恭喜宿主修复切割枪成功。我打量一番后，直接对准脚边一块钢板扣动了扳机，一条蓝色射线从枪口射出，画出了一个坤坤。这武器我非常满意，更害怕别人觊觎，就先收入了背包中。不经意的低头，却隐约发现有个信息：初代黄级机甲碎片，耶尔神罗纳可修复进阶。我靠，机甲发财了！系统，修复完的机甲还会攻击我吗？放心，宿主，修复是宿主给机甲再生的机会。外界机甲协议中，赋予机甲生命者就是它的主人。我听后毫不犹豫，直接修复。只见修复白芒瞬间包裹住了碎裂的水晶，顷刻间，光芒瞬间扩散至长2米的人形。就见一个高达2米的迷茫机甲屹立场中，在机甲的手中还有一把紫色的长剑。定，恭喜宿主修复机甲并进阶成功。当前机甲等级帝王级，实力全力爆发，可覆灭银河系。我心中一惊，没想到这机甲的实力会如此强横。只过了片刻功夫，机甲便来到我面前。夜神罗娜，参见主人。起来吧，主人，这里是被遗弃的地球，以您的手段不该在这里生存。说着，他便向我传导自己的记忆。夜神罗娜是1000年前人类初代10大最强机甲，是1000年人工智能研发出来的产物，目的是为了抵御星空族群的入侵。由于人类野心太大，研发出了更加强大的超级智能，他们全部被超脑孩子销毁清楚了。而我得知，这个世界机甲分别是1到9级，分别是王级、天王级、君主级、皇级、半部帝王。经过系统的升级和改造，夜神罗娜已经达到了当前机甲的极致，帝王级机甲。而现在的人类只有一架半部帝王机甲而已。就在这时，夜神罗娜告诉我有10多个手持简易武器的人在靠近。人群中，一个脸上有疤的干瘦男看到我那张英气逼人的面容时，大声喝道：“嘿，狮王铁柱，果然是你！就是你在丧尸副本屠了200万人，其中就有我们的家人，这仇不报，我们是不为人。”耶，开局就有妹子抽考，不愧是狮王大佬啊！大脑就是硬气，换作是我直接否认了，不然死了现实一切都化为泡影，多可惜啊！姐，你看那妹子真水灵儿，兄弟们嘎了铁柱，妹子直接带走。而我无奈的摇摇头，
直接下令让罗娜将他们全部都打了。只见罗娜双眼发红，一道激光射出，两个人直接化成蒸汽，大剑挥舞，十几人全部被腰斩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哦，我不要嘎，我在现实是3阶强者啊！众人带着浓郁的不甘，全部丧命。就在我走后，一个老头快速出现，把周围散落的肉块全部收了起来。这么多肉，最近可是有口福了，快点打包回去。这里的动静应该吸引了不少。原名开启无限流穿越，只要能同异界副本活着回去，就能获得丰富的奖励，快速变强。而我绑定了超级外挂，每进入一个副本就能获得一个超级金手指，从此周天万界我一路横飞。我来到废弃世界后，利用金手指变废为宝，成功激活武力最高的帝王战士一群流难，却没想到这个世界已经被头号智能领导所控制。这里被称作人间天堂，我直接来到了一个名叫人间收购铺的店，店小二连忙上前。哎呦，欢迎光临，二位请。您二位是做买卖还是？我随便看看。我看着挂在墙上的物品：7级激光剑碎片、天王级宇宙飞船碎片、9级防御罩仪器碎片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质量可比外面的垃圾堆好太多了。逛了半天，我就找到了一个合心意的物品：9级探宝机器人碎片。我便问向了一直在门口的老妪：老婆婆，你知不知道哪里能修机甲？老太太一听是机甲，便用掩饰不住的贪婪神色看着我。小伙子，是什么样的机甲？拿来看看，如果还能用，我们基地愿意高价收购。突然，一把大剑直接对准了老妪，这突兀的变化使得老妪瞳孔一缩。能虚空取物的存在，绝对是机甲，而非人类。这女人居然是一架机甲，这般完美的机甲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要是我的就好了。大胆蝼蚁，竟胆敢觊觎我主！刚才罗娜已经分析出老太婆眼中的情绪比，惊疑37%，贪婪63%。回大人，东北方向6里外有一间老坤子维修店，大人可以去那里问问。见我俩慢慢离去后，老妪才松了一口气。老板，你说他俩是不是还有别的机甲？要是嘎了他俩，让首领能获得了，怕是能称霸铁山区啊。有道理，你去告诉首领，一会前去截杀他俩。只见一道残影迎到我，直接手起剑落，两人直接嘎了。竟敢想谋害我主人，其罪当诛。解决两人后，罗娜将店里的食物和碎片全部收入囊。我取出9级探宝机器人碎片，心念一动，手中白芒一闪，被包裹的碎片迅速扩散成一个景。定，恭喜宿主修复机甲进阶成功。当前机甲等级天王级，能力速度极快，探测任意等级宝物。使用方式：输入物品信息即可。任意等级宝物吗？不错，比我一个人找齐送得了。我直接对寻宝机器人下达了命令：你自由行动，寻找王级以上的机甲材料交给我，哪怕指甲盖大小的碎片也行。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随后我们来到了维修店。两位，修理什么？我这价格还算实惠。我需要购买高品质机甲碎片，拿回去研究，不知道你这卖吗？这时只见昆子拿出了上百块碎片，我迅速浏览过后，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圆形铁饼上。初代君主级辅助机甲碎片，涅槃，我直接选择了这颗心。罗娜给了他60公斤的屎。我俩走后，只见他的眼神灰暗不明。废星监视者编号540D 发现有人收购初代机甲碎片，脑电波现场记录已上传至灵脑。同一时间，星域主控制台内黑暗的环境中，一个机器缓缓散发出璀璨的能量波纹，阵阵四散。有人复活了罗娜，越来越有意思。穿越到废土世界的我，意外觉醒了一项逆天能力——神级修复术，并成功修复激活了3000个地级强者，只因我拥有超级金手指。每去一个副本，就能获得一个超级金手指，从此诸天万界一路横推。我取出圆形铁块，直接选择修复。定，恭喜宿主修复机甲进阶成功。当前机甲等级帝王级，辅助效果防御转换，吸收任意伤害转换为攻击手段。这帝王级机甲的霸气，让一旁的罗娜目瞪口呆，更让他机械心脏中充满了震撼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：主人，您真只是一个人类吗？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手段！随后，机甲自动展开，露出了内部的人形操作室。我踏入其中，本以为操作会十分复杂，但没想到它竟如此贴合我的动作，仿佛我原本就是这台机甲的一部分。我操纵机甲直接拔地而起，直接冲向了虚空。太爽了！机甲果然是男人的浪漫啊！玩了一圈尽兴后，我落在了一处巨型垃圾山巅，机甲则是化为流质，涌入了我的胸膛上，形成了一个浴火神机。
尊敬的主人，若遇到危险涅槃，会自动吸收伤害，无需担心。如果需要切入战斗模式，机甲将自动包裹主人。不错，还挺省心。接下来就该高高一阶评分了。我看着穿越聊天群里的信息，铁子们，我获得了免疫硫酸的能力，浅装一手。开局生吃变异鼠，我就问问还有谁，有没有大哥带带我？我是上一世太美公会的大地奶妈。这群土著是我们都不带眨眼的。我第一次穿越正在逃跑，附近有没有义父看到我的 ID 救救我呀？在线等啊！这个世界食物太稀缺了，大家需要摒弃前嫌，共同生存。这是坐标，信得过我的兄弟来找我。我们目前有20多号人。卧槽！是末长空大佬769号海岛的掌权者，末日京城的势力主之一。可惜距离太远了，有没有附近的兄弟们组个队啊？看着大家都混得很惨，我决定组建一支势力。我安排罗娜让他去周围的势力，让他们交出物资，交由他保管，并且他负责所有人的安全。相信以罗娜的实力，只要稍微露两手，就没人敢反抗。下一刻，气功中的罗娜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，如同黑雾将整个天空遮蔽。只是一瞬间，原本昏暗的大地在这一刻漆黑无比。这诡异的一幕让废土星球上的所有人齐齐抬头，目露惊惧地看着漆黑天幕。天怎么黑了？那是什么东西？难道是坤坤吗？我的天啊！难道世界要毁灭了吗？突然，漆黑的夜空中，巨大的血红色字体如流星般划过，震撼地烙印在天幕之上。所有人的物资由我保管，胆敢反抗，杀无赦。这一幕让不少原住民惊恐万分，纷纷跪地磕头。即便是那群穿越者们，也面色凝重，难以掩饰内心的震惊。主人，我做的怎么样？很棒。不过，你不怕被超级智脑发现？以主人的手段，谁矮了都得陨落在废土上。5日后，寻宝机器人满载而归，带来了一麻袋的王级以上的机甲碎片。我粗略一数，竟有5000块之多。我双手伸入碎片之中，大喝一声修复。霎时间，白色光影从碎片堆中飞腾而出。转眼间，5000多个款式各异的机甲已然成型，系统提示音响起。定，恭喜宿主修复机甲进阶成功。帝王级机甲3007位，弹幕帝王级机甲1550位，皇级机甲427位，君主级机甲86位，天王级机甲6位。手握3000地级强者，我深知无论谁来都将俯首称臣。这无限修复的能力果然是牛叉！我下达指令，让他们分散到各地，控制区域，将当地势力的物资一一收拢。获得信息的机甲们各自离去。随着5076架顶级机甲分散各地，废土上的治安在这数百年来达到了最为和平的时期，没人敢在这些强大机甲的看护下搞事情。毫无疑问，受益最大的就是穿越者。广场上，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拿着各种物资排着队等待上交，人群中议论纷纷。哥们儿，你说这些机甲有主人吗？我感觉肯定是老乡所为。这群机甲只收物资却不强取豪夺，和土著作风完全不同，明显是穿越人士的意思。该说不说，这幕后之人是真聪明，用机甲控制物资，还能获得物资排名。还好他没强取豪夺，换做其他人早就用机甲大打乱杀了。你们说是不是主宰张铁蛋，还是那位一统天下的凌晨？貌似只有这2个人不会滥杀无辜，还心系天下。绝对是凌晨做的。如果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好了，肯定是个为国为民的大英雄。人群中，林悠然心中暗自猜测：是人不会是铁柱吧？毕竟这家伙有2次震惊全球的身份，江南狮王和乱世战神，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。突然，虚空中传来一阵闷雷声，紧接着，一艘巨型战舰周身散发着淡蓝色的光幕，如同空间穿越般突兀地出现在苍穹之上。10道流光从战舰中飞出，落在众人身边。原住民们瞪大了双眼，看着10道身影，纷纷跪伏在地，语气中充满了惶恐。百界先驱者，面前的10大机甲，居然是传说中的先驱者，也就是初代10大无敌战甲。初代罗娜，我知道你躲在里面。怎么，属于你初代10强的傲气，荡然无存了吗？没想到你居然复活了。玄老说，只要你交出复活你们的人，你们都可活，否则杀无赦。别看那狗脑子让你们成为了准地级，你告诉智障，
把他算个七吧。好个狂妄的罗娜，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快刀替我灭了这狂妄的废物！您就这点能耐吗？那你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你怎么会是帝王？这怎么可能？只见夜神罗娜浑身气势暴涨，瞬间将眼前的快刀压缩成了沙粒大小。帝王主审判之念，四尔岛永至黑暗，帝王审判之剑。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，所有的战舰和10大机甲全部化为飞灰。我操，牛逼啊！这就是帝王级机甲的实力吗？当真是恐怖如斯！一招斩杀10大准地壳万潜机甲群，帅气啊！末日降临，全民穿越求生，敌人还在为生存挣扎，我却能签到超级金手指，每次穿越都能变强。看我如何在这乱世中崛起！我成功激活几千地甲，并解决了领导派来的10大机甲。夜神罗娜挥剑一指，天穹瞬间被撕裂，星域深处一座科技繁华的城市映入眼帘。随着罗娜发出摧毁智脑的命令，除了几名机甲原地守护，其余3000帝王级机甲急速冲入天空屏障。此时院中，我面对智脑，他企图以种种条件诱我放弃摧毁他的念头。我可以让机器人拟真程度达到98%，星域运转也能畅通无阻。若是换一个智脑，科技最少倒退700年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和你连接精神控制，成为你的处理性机器人，生死只在你一念之间，甚至帮你制造任何已知的绝色美女。说话的同时，我眼前浮现出了一张张照片投影：美杜莎、刘亦菲、热巴、柳神、长孙、大小乔、季如许、汉库克、燕灵姬、千仞雪、小舞、凤元、云玉、李航一。我既然敢来这儿，自然知道你有地级战甲护身。我虽然制造不出来帝王级战甲，却能造出摧毁帝王级战甲的武器。只要你们敢杀我，我身上的装置就会爆炸，到时候整个星域都会毁灭。而我无动于衷，我直接发动攻击。智脑的体内更是散发出了一股让整个星域生灵都发毛的恐怖气息。我右手直接发力，捏爆了灵的头颅，恐怖的能量肆意而出。我的涅槃机甲将其全部吸收。随着智脑的毁灭，废土世界难得的进入了和平期，穿越者们开始享受着难得的宁静，共同打造宜居的家园。穿越者们喜笑颜开，想着办法刷评分，如加好友、刷好友度、结婚找对，一起打造适合居住的房屋等等，倒是让颓废多年的废渲染上了些许热闹的气氛。真希望每次穿越都能这样，大家不会产生冲突，只为了刷评分获得奖励，好在现实中逐渐强大起来。只有经历过，才能懂得珍惜。可惜，这是我们罕见的一次和平，下一次副本到来，不知道又会是一副什么场景。时间来到了返回现实的时候。恭喜幸存者通过6月废土生存，10秒后传送返回现实世界。我要走了，罗娜，以后废土和星域就由你们看着了，相互帮助合作，好好发展。我看着外面满是垃圾的环境，突然我灵机一动，在即将返回现实前，抬手按在了地面上，心中暗道：修复蓝星。下一刻，一抹绿意从我的脚下瞬间扩散开来。恭喜宿主修复蓝星。看着整个星球开始恢复生机，被传送回了地球，回到现实。恭喜铁柱在废土生存6月，评分结束后发送奖励：物资评级全球第1超3S 甲，个人实力评级超3S 甲，武装势力评级超3S 甲，废土世界物品探索图鉴 A 甲，地图探索率 B 甲，末日实用非正常类食物经验 C 甲。恭喜穿越者铁柱获得废土世界评分3S，奖励10吨净污饮用水，长期服用可消除体内核污染，直至消除。奖励3S 武器盲盒1个。我满怀期待打开了冰箱，只见展开的箱子缓缓升起一柄长约1米的黑色长刀。抗衡刀名称：幽冥品质。3S 特性：可吸收敌方异能，出手时释放。注：消耗精神力可释放能量刀器，刀器可携带敌方异能。好家伙，好料偷袭的神器啊！要是面对各种异能飞来，让刀吸收一下，我直接化身元素导师啊！
这将成为我未来面对各种异能攻击的强大武器。我掏出手机，迅速浏览了一种分布图，眼前的一幕令我心中一紧。华夏的大地上，除了北方尚存一片绿色安全区，其他地方已被血红色与淡红色区域占据，沿海区域更是被标记为死亡禁区，不断向内陆延伸。放眼全球，绿色安全区也寥寥无几，看来得马上等待3天后的穿越。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才能击退外来异种。重生了，获得了神级系，可以穿越任何副本，只为完成副本，获得最高评分，返回现实对抗海兽入侵。兽神空间被彻底摧毁，我侥幸逃出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外来物种，保护了星球。特此奖励宿主复活重生神通，可以无限复活重生。之后的时间，我用所有经验点全部用来升级，我连升100级。现在我体长250米，重100吨，咬合力500万公斤。我变身后来到了奶奶家，爸妈见到我也非常高兴。太好了，儿子，你终于有了神通变成的人啊！而我让富豪爹找来了几个千亿富豪。我用了王之奴役，让他们全部变成了我的手下。你们所有人全部要听命于我老爹，任何命令都不得反抗。是，遵命主人。这样一来，我也是报答了有钱爹给我花钱买主。接下来的几年，我都是像正常人一样度过，而有钱老爹成了首富。这颗星球大部分的野怪也都被我尽数嘎掉。此时的我早已进化到了最终形态的星空巨蟒，一转眼就到了回到现实的世界。老爹、老妈、奶奶，你们保重！随着传送声音响起，我被传送回了现实世界。恭喜穿越者铁柱在兽化副本里评分等级获得超3S 加评分，获得奖励隐身术。隐身术冷却时长1小时，使用后任何仪器和人都无法发现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能嘿嘿嘿。另一边，大面积的海开始不断出现兽潮，开始袭击陆地上的建筑和人，很多沿海城市也都有沦陷，很多地方已不断的去袭各种2阶怪兽，甚至还有个别3阶异兽。就在这时，房门处响起了门铃声，我打开房门，看到一群人，带头的人是一个经理，名叫朱文。什么事？铁先生你好，我叫陈天宇。得知这次全民穿越结束后，洛城总指挥陈帅派我来，是希望您能带领城中最精锐的小队，击杀兽潮中的总指挥擒贼先擒王，共同击退这次兽潮。我转身直接一句慢走不送。其他前来的高层则是吃惊不已。这就是嘎掉100万人的狮王吗？连陈帅的话都不在意，太拽，太酷辣了。如果兽潮退去，我方将附送铁先生1半的获利金额，再升任铁先生为洛城副指挥官一职，就是洛城第2号人物，只接受陈帅调派。这次兽潮不简单，铁先生的瞬移变成了一记杀手锏，才会给这么高的奖励。突然，我听到厨房水槽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响声，我急忙问向朱文：这洛城的地下防御如何？从我老板口中得知，刚换新了一批地下诱惑剂，从穿越者手里买的，能在地底散发气味，引诱一种刨坑向城外，效果相当出色。你们之前的防御是什么？是高伏电网，整个城的人都知道，并不算机密，是科研院研发的。不过开启电网后，就会把地下的诱惑剂蒸发，还好换了，不然一种早就冲击电网了，哪像现在这么安稳。原来如此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交出诱惑剂的人已经投靠了海洋异种。铁先生问这些，是怕地下防御出问题吗？已经出问题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条触手探出水，来回摇摆，像是在寻找周围猎物的气息。细游，我操是细游，快跑啊！细游是一阶一种没错，可这意味着一种已经从地底进入城市了。人民穿越副本求生，只有你自己有金手指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闪身来到了城墙上，看到了内城的骚乱。练习生们别慌，继续击退城外异种，让预备队速度去电闸区开启电网，不然内外受敌，大家都得嘎。大量守城人员在巨城上攻击着外面的兽潮，所有人的武器全都是激光式科技武器，场面十分壮观。我从空间内取出望远镜，转身看向洛城内部，整个城市的马路上混乱无比，全都是地下涌出的异种，横行街头。地下电网吗？我找到2名军士，我是狮王，速度带我去地下电网。我抓住一人消失在原地，剩下这名军士一脸激动地对麦克风吼道：练习生们注意啦，注意啦！狮王大佬去地下电网区了。什么？好家伙！通知中分头们，狮王出手了，让大家坚持住。我的出手就像是一针强心剂，稳住了所有人心。毕竟我可是华夏穿越者大佬之一。屋内，3名身穿白色制服的人正迅速敲击着电脑，在他们的身边，2只水母正包裹着2人的头颅，在一旁观摩。最为神奇的是，这水母居然能控制人说话。还需要多久？进度条已经达到68%了，到100就能关闭城防系统。放心，你们都是人才，是我海族急需的，只要效忠我们，保证衣食无忧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的人形鲨鱼发现了我，直冲我而来。什么人胆敢破坏海族大事？
而我作为3阶强者，能感受到2只鲨鱼也是3阶气息。见2只异种鲨鱼袭来，我缓缓抬手，时隔空刃斩。2只前冲的异种鲨鱼前面突然出现十字细线涟漪，来不及反应，在空中成为了碎块。而2只水母也意识到了严重性，同时他们开口拉拢：“阁下，你应该知道我族的强大，不如归顺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直接使用空间牵制消灭。跟随来的2人被震惊的无以复加。瞬秒3阶异种鲨，这也太厉害了！不愧是狮王大佬。我把怪物脑中的3阶晶核收走。场中的女子见我直接说道：“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嘎了，只有我能控制整个地下电闸。我叫周慧慧，28岁双料博士，对国内外的先进武器、科研方面都很懂。如果你愿意保护我，我的价值足够让你满意。”我没有说话，而是先关闭了电闸。城市里的人知道后，抵抗受潮的气氛达到了顶点。城外的受潮自知不敌也全部退去。看着欢呼的群众，我接通了洛城最高指挥官陈帅打来的电话。铁先生，多谢您出手相助，也谢谢您能带回周慧慧。目前她对基地极其重要，只有她能全面了解地下电闸。也许是周慧慧让异种把所有工作人员都嘎了，这个女人为了自保可以干出这个事。我会了解真相，做出处理的。铁先生晚上有空吗？我安排了酒席。不用了。那好办，等会儿我儿子会将3阶晶核交给您。好。而我从周慧慧口中得知，她的能力是让下一代成为异能者。我还获得了异种鲨、蓝光水母、巨型章鱼、猩红海星一些海兽的特性。如果你想提升实力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我的肉夹馍永远为你敞开。目前只有你知道我的秘密哦。从城中战斗机传出的消息看，异种受潮离开时，居然将嘎掉的同伴都带走了。这也意味着一场大战下来，毛的利益都没捞到，直接血亏。毫无疑问，受潮中必然有智慧极高的存在。不少进化者带着家人连夜组团离开了洛城。而我待了2天半也离开了洛城，不知道这一次洛城又能坚持多久。铁柱心知一旦开启穿越，就是洛城第2次经历受潮的时刻。话说那些移民到月球的人，是不是也能穿越异界？这要是可以的话，可比地球安稳太多了。次日，当时间来到中午11点59分，穿越提示如约而至，在全球幸存者的耳中响起。全民穿越倒计时3、2、1。我可以将任何东西变废为补，小到芯片手机，大到空间机甲。只因末日降临，全民开启无限流穿越，只要能从异界副本活着回来，就能获得丰富的奖励，快速变强。而我绑定了超级外挂，每进入一个副本就能获得一个超级金手指，从此诸天万界一路横推，极品奖励更是拿到手软。欢迎穿越者来到废弃世界，生存时间6个月。废弃、破败、死气沉沉，堆积如山的垃圾场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，目光所及都是废弃的垃圾、生锈的破铜烂铁。我转身看了一下，只见数个巨型垃圾山高耸入云，绵延见不到尽。检测当前世界为废弃世界，请问宿主是否签到超级金手指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超级金手指。修复进阶，宿主获得任何破损、垃圾物品都能将其修复还原。进阶是物品潜力，上限而定，可直接进阶为完美形态，次数无限次。提示声刚落，眼前就浮现出了周围各种垃圾的归类。我决定先找武器修复，只因在这陌生世界还是安全第一。我找了一圈，前方垃圾堆中一条信息吸引了我的目光：切割枪碎片可修复，无进阶潜能。我拿起碎片，心念修复，下一刻，光团瞬间成了一把枪的模样。恭喜宿主修复切割枪成功。我打量一番后，直接对准脚边一块钢板扣动了扳机，一条蓝色射线从枪口射出，画出了一个坤。这武器我非常满意，更害怕别人觊觎，就先收入了背包中。不经意的低头，却隐约发现有个信息：初代黄级机甲碎片，耶尔神罗纳可修复进阶。我靠，机甲发财了！系统，修复完的机甲还会攻击我吗？放心，宿主，修复是宿主给机甲再生的机会。外界机甲协议中，赋予机甲生命者就是它的主人。我听后毫不犹豫，直接修复。只见修复白芒瞬间包裹住了碎裂的水晶，顷刻间，光芒瞬间扩散至长2米的就见一个高达2米的银红机甲屹立场中，在机甲的手中还有一把紫色的长剑。恭喜宿主修复机甲并进阶成功。当前机甲等级帝王级，实力全力爆发，可覆灭银河系。我心中一惊，没想到这机甲的实力会如此强横。只过了片刻功夫，机甲便来到我面前。夜神罗娜，参见主人。起来吧。主人，这里是被遗弃的地球，以您的手段不该在这里生存。说着，他便向我传导自己的记忆。夜神罗娜是1000年前人类初代10大最强机甲，是1000年人工智能研发出来的产物，目的是为了抵御星空族群的入侵。由于人类野心太大，研发出了更加强大的超级智能，他们全部被超脑孩子销毁清除了。而我得知，这个世界机甲分别是1到9级，分别是王级、天王级、君主级、王级、
半步帝王。经过系统的升级和改造，夜神罗娜已经达到了当前机甲的极致，帝王级机甲。而现在的人类只有一架半步帝王机甲而已。就在这时，夜神罗娜告诉我，有10多个手持简易武器的人在靠近。人群中，一个脸上有疤的干瘦男看到我那张英气逼人的面容时，大声喝道：“嘿，狮王铁柱，果然是你！就是你在丧尸副本屠了200万人，其中就有我们的家人，这仇不报，我们是不为人。”耶，开局就有妹子抽考，不愧是狮王大佬啊！大佬就是运气，换作是我直接否认了，不然死了现实一切都化为泡影，多可惜啊！姐，你看那妹子真水灵儿，兄弟们嘎了铁柱，妹子直接带走。而我无奈的摇摇头，直接下令让罗娜将他们全部都嘎了。只见罗娜双眼发红，一道激光射出，2个人直接化成蒸汽，大剑挥舞，10几人全部被腰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哦，我不要嘎，我在现实是3阶强者啊！众人带着浓郁的不甘，全部丧命。就在我走后，一个老头快速出现，把周围散落的肉块全部收了起来。这么多肉，最近可是有口福了，快点打包回去。这里的动静应该吸引了不少人民。开启无限流穿越，只要能从异界副本活着回来，就能获得丰富的奖励，快速变强。而我绑定了超级外挂，每进入一个副本就能获得一个超级金手指，从此诸天万界我一路横推。我来到废弃世界后，利用金手指变废为成功激活武力最高的帝王战士一群流难，却没想到这个世界已经被头号智能领导所控制。这里被称作人间天堂，我直接来到了一个名叫人间收购铺的店，店小二连忙上前。哎呦，欢迎光临，二位请。您二位是做买卖还是？我随便看看。我看着挂在墙上的物品：7级激光剑碎片，天王级宇宙飞船碎片，9级防御罩仪器碎片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质量可比外面的垃圾堆好太多了。逛了半天，我就找到了一个合心意的物品：9级探宝机器人碎片。我便问向了一直在门口的老妪：“老婆婆，你知不知道哪里能修机甲？”老太太一听是机甲，便用掩饰不住的贪婪神色看着我。小伙子，是什么样的机甲？拿来看看，如果还能用，我们基地愿意高价收购。突然，一把大剑直接对准了老妪，这突兀的变化使得老妪瞳孔一缩。能虚空取物的存在，绝对是机甲，而非人类。这女人居然是一架机甲，这般完美的机甲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要是我的就好了。大胆蝼蚁，竟敢觊觎我主！刚才罗娜已经分析出老太婆眼中的情绪比，惊疑37%，贪婪63%。回大人，东北方向6里外有一间老坤子维修店，大人可以去那里问问。见我俩慢慢离去后，老妪才松了一口气。老板，你说他俩是不是还有别的机甲？要是嘎了他俩，让首领能获得了，怕是能称霸铁山区啊。有道理，你去告诉首领，一会前去截杀他俩。只见一道残影一暴露，直接手起剑落，2人直接嘎了。竟敢想谋害我主人，其罪当诛。解决2人后，罗娜将店里的食物和碎片全部收入囊。我取出9级探宝机器人碎片，心念一动，手中白芒一闪，被包裹的碎片迅速扩散成一个景。定，恭喜宿主修复机甲进阶成功，当前机甲等级天王级，能力速度极快，探测任意等级宝物，使用方式输入物品信息即可。任意等级宝物吗？不错，离我一顿找齐送得了。我直接对寻宝机器人下达了命令：你自由行动，寻找王级以上的机甲材料交给我，哪怕指甲盖大小的碎片也行。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随后我们来到了维修店。2位，修理什么？我这价格还算实惠。我需要购买高品质机甲碎片，拿回去研究，不知道你这卖吗？这时只见昆子拿出了上百块碎片，我迅速浏览过后，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圆形铁饼上。初代君主级辅助机甲碎片，涅槃。我直接选择了这块碎片。罗娜给了他60公斤的屎。我俩走后，只见他的眼神灰暗不明。废星监视者编号 540D 发现有人收购初代机甲碎片，脑电波现场记录已上传至灵脑。同一时间，星域主控制台内黑暗的环境中，一个机器缓缓散发出璀璨的光，能量波纹阵阵四散。有人复活了罗娜，越来越有意思。穿越到废土世界的我，意外觉醒了一项逆天能力——神级修复术，并成功修复激活了3000个地级强者，只因我拥有超级金手指。每去一个副本，就能获得一个超级金手指，从此诸天万界一路横推。我取出圆形铁块，直接选择修复。
定，恭喜宿主修复机甲进阶成功，当前机甲等级帝王级，辅助效果防御转换，吸收任意伤害转换为攻击手段。这帝王级机甲的霸气，让一旁的罗娜目瞪口呆，更让他机械心脏中充满了震撼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主人，您真只是一个人类吗？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手段！随后，机甲自动展开，露出了内部的人形操作室。我踏入其中，本以为操作会十分复杂，但没想到它竟如此贴合我的动作，仿佛我原本就是这台机甲的一部分。我操纵机甲直接拔地而起，直接冲向虚空。太爽了！机甲果然是男人的浪漫。玩了一圈尽兴后，我落在了一处巨型垃圾山巅，机甲则是化为流质，涌入了我的胸膛上，形成了一个浴火神机。尊敬的主人，若遇到危险涅槃，会自动吸收伤害，无需担心。如果需要切入战斗模式，机甲将自动包裹主人。不错，还挺省心。接下来就该高一阶评分了。我看着穿越聊天群里的信息，铁子们，我获得了免疫硫酸的能力，浅装一手。太极生吃变异鼠，我就问问还有谁？有没有大哥带我？我是上一世太美公会的大地奶妈。这群土著是我们都不带眨眼的。我第一次穿越正在逃跑，附近有没有义父看到我的 ID 救我呀？在线等啊！这个世界食物太稀缺了，大家需要摒弃前嫌，共同生存。这是坐标，信得过我的兄弟来找我。我们目前有20多号人。卧槽！是末长空大佬769号海岛的掌权者，末日京城的势力主之一。可惜距离太远了，有没有附近的兄弟们组个队啊？看着大家都混得很惨，我决定组建一支势力。我安排罗娜让他去周围的势力，让他们交出物资，交由他保管，并且他负责所有人的安全。相信以罗娜的实力，只要稍微露两手，就没人敢反抗。下一刻，气功中的罗娜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，如同黑云将整个天空遮蔽。只是一瞬间，原本昏暗的大地在这一刻漆黑无比。这诡异的一幕让废土星球上的所有人齐齐抬头，目露惊惧地看着漆黑天幕。天怎么黑了？那是什么东西？难道是坤坤吗？我的天啊！难道世界要毁灭了吗？突然，漆黑的夜空中，巨大的血红色字体如流星般划过，震撼地烙印在天幕之上。所有人的物资由我保管，胆敢反抗，杀无赦。这一幕让不少原住民惊恐万分，纷纷跪地磕头。即便是那群穿越者们，也面色凝重，难以掩饰内心的震惊。主人，我做的怎么样？很棒。不过，你不怕被超级智脑发现？以主人的手段，谁来了都得陨落在废土上。5日后，寻宝机器人满载而归，带来了一麻袋的王级以上的机甲碎片。我粗略一数，竟有5000块之多。我双手伸入碎片之中，大喝一声修复。霎时间，白色光影从碎片堆中飞。转眼间，5000多个款式各异的机甲已然成型。系统提示音响起。定，恭喜宿主修复机甲进阶成功，帝王级机甲3007位，弹部帝王级机甲1550位，皇级机甲427位，君主级机甲86位，天王级机甲6位。手握3000地级强者，我深知无论谁来都将俯首称臣。这无限修复的能力果然是牛叉！我下达指令，让他们分散到各地，控制区域，将当地势力的物资一一收拢。获得信息的机甲们各自离去。随着5076架顶级机甲分散各地，废土上的治安在这数百年来达到了最为和平的时期，没人敢在这些强大机甲的看护下搞事情。毫无疑问，受益最大的就是穿越者。广场上，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拿着各种物资排着队等待上交，人群中议论纷纷。哥们儿，你说这些机甲有主人吗？我感觉肯定是老乡所为。这群机甲只收物资却不强取豪夺，和土著作风完全不同，明显是穿越人士的意思。该说不说，这幕后之人是真聪明，用机甲控制物资，还能获得物资排名。还好他没强取豪夺，换做其他人早就用机甲大打乱杀了。你们说是不是主宰张铁蛋，还是那位一统天下的凌晨？貌似只有这2个人不会滥杀无辜，还心系天下。绝对是凌晨做的。如果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好了，肯定是个为国为民的大英雄。人群中，林悠然心中暗自猜测：是人不会是铁柱吧？毕竟这家伙有2次震惊全球的身份，江南狮王和乱世战神，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。突然，
虚空中传来一阵闷雷声，紧接着，一艘巨型战舰周身散发着淡蓝色的光幕，如同空间穿越般突兀地出现在苍穹之上。10道流光从战舰中飞出，落在众人身边。原住民们瞪大了双眼，看着10道身影纷纷跪伏在地，语气中充满了惶恐。百界先驱者，面前的10大机甲，居然是传说中的先驱者，也就是初代10大无敌战甲。初代罗娜，我知道你躲在里面。怎么，属于你初代10强的傲气，荡然无存了吗？没想到你居然复活了。天脑说，只要你交出复活你们的人，你们都靠我，否则杀无赦。别看那狗脑子让你们成为了准地级，你告诉智障，把他算个鸡吧。好个狂妄的罗娜，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快刀替我灭了这狂妄的废物！您就这点能耐吗？那你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你怎么会是帝王？这怎么可能？只见夜神罗娜浑身气势暴转，瞬间将眼前的快刀压缩成了沙粒大小。有诸审判之名，4道永至黑暗，帝王审判之剑。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，所有的战舰和10大机甲全部化为飞灰。我操，牛逼啊！这就是帝王级机甲的实力吗？当真是恐怖如斯！一招斩杀10大准地和万潜机甲群，帅气啊！末日降临，全民穿越求生，敌人还在为生存挣扎，我却能签到超级金手指，每次穿越都能变强。看我如何在这乱世中崛起！我成功激活几千地甲，并解决了领导派来的10大机甲。夜神罗娜挥剑一指，天穹瞬间被撕裂，星域深处一座科技繁华的城市映入眼。随着罗娜发出摧毁智脑的命令，除了几名机甲原地守护，其余3000帝王级机甲急速冲入天空屏障。此时院中，我面对智脑，他企图以种种条件诱我放弃摧毁他的念头。我可以让机器人拟真程度达到98%，星力运转也能畅通无阻。若是换一个智脑，科技最少倒退700年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和你连接精神控制，成为你的处理性机器人，生死只在你一念之间，甚至帮你制造任何已知的绝色美女。说话的同时，我眼前浮现出了一张张照片投影：美杜莎、刘亦菲、热巴、柳神、长孙、大小乔、姬如许、汉库克、燕灵姬、千仞雪、小舞、凤年、云玉、李寒一。我既然敢来这儿，自然知道你有地级战甲护身。我虽然制造不出来帝王级战甲，却能造出摧毁帝王级战甲的武器。只要你们敢杀我，我身上的装置就会爆炸，到时候整个星域都会毁灭。而我无动于衷，我直接发动攻击。智脑的体内更是散发出了一股让整个星域生灵都发毛的恐怖气息。我右手直接发力，捏爆了灵的头颅，恐怖的能量肆意而出，我的涅槃机甲将其全部吸收。随着智脑的毁灭，废土世界难得的进入了和平期，穿越者们开始享受着难得的宁静，共同打造宜居的家园。穿越者们喜笑颜开，想着办法刷评分，如加好友、刷好友度、提供奖励，一起打造适合居住的房屋等等，倒是让颓废多年的废渲染上了些许热闹的气氛。真希望每次穿越都能这样，大家不会产生冲突，只为了刷评分获得奖励，好在现实中逐渐强大起来。只有经历过，才能懂得珍惜啊！可惜，这是我们罕见的一次和平，下一次副本到来，不知道又会是一副什么场景。时间来到了返回现实的时候。恭喜幸存者通过6月废土生存，10秒后传送返回现实世界。我要走了，罗娜以后废土和星域就由你们看着了，相互帮助合作，好好发展。我看着外面满是垃圾的环境，忽然我灵机一动，在即将返回现实前，抬手按在了地面上，心中暗道：修复蓝星。下一刻，一抹绿意从我的颈项瞬间扩散开来。
丁，恭喜宿主修复龙星。看着整个星球开始恢复生机，被传送回了地球，回到现实。恭喜铁柱在废土生存6月，评分结束后发送奖励：物资评级全球第1超 3S 甲，个人实力评级超 3S 甲，武装势力评级超 3S 甲，废土世界物品探索图鉴 A 甲，地图探索率 B 甲，末日食用非正常类食物经验 C 甲。恭喜穿越者铁柱获得废土世界评分 3S， 奖励10吨净污饮用水，长期服用可消除体内核污染，直至消除。奖励 3S 武器盲盒1个。我满怀期待打开了纸箱，只见展开的箱子缓缓升起一柄长约1米的黑色长刀。抗衡刀名称：幽冥品质 3S 特性，可吸收敌方异能，出手时释放。注：消耗精神力可释放能量刀器，刀器可携带敌方异能。好家伙，好有偷袭的神器啊！要是面对各种异能飞来，让刀吸收一下，我直接化身元素导师啊！这将成为我未来面对各种异能攻击的强大武器。我掏出手机，迅速浏览了一种分布图，眼前的一幕令我心中一惊。华夏的大地上，除了北方尚存一片绿色安全区，其他地方已被血红色与淡红色区域占据，沿海区域更是被标记为死亡禁区，不断向内陆延伸。放眼全球，绿色安全区也寥寥无几，看来得马上等待3天后的穿越，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击退外来异种。